谁能想到我竟然穿越到了这种奇幻小说里？书里的男主一路开挂，打反派收后宫，简直是标准的爽文套路。要问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全靠前世朋友死缠烂打，非逼着我把这书看完。虽然我带着剧本穿越，可现实却是个没背景、没外挂的孤儿。16岁之前，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本以为带着剧本穿越能走捷径，结果发现预知未来这事儿根本没用。至少在2个月前，事情还没这么复杂。那天我来到国家觉醒中心，工作人员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江内贤。我赶紧答应了一声，按照指示去2楼办理手续。谁能想到，就是这次普通的觉醒登记，让我彻底卷进了这个麻烦的世界。工作人员问：“还有其他问题吗？”我爽快地回答：“没有了。”看着手里的登记表，我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个世界因为传送门早就崩坏的不成样子，道德和伦理在这里根本不存在。我出生的地方是专门收容弱者的孤儿院，可那里并不是避风港。院长为了钱卖掉孩子，护工把我们当成出气筒，那里简直就是地狱中的地狱。如果不是因为老师，我可能根本活不到今天。老师欣慰地说：“真没想到，我们的内贤竟然成了觉醒者。”孩子们围着我兴奋地跳：“姐姐，你是不是要赚大钱了？”在他们眼里，觉醒就是一件特别厉害的好事。可只有我知道，自从老师接手这家孤儿院，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看着桌上堆满的账单，我知道老师一直在独自硬扛。如果我能展现出优秀的才能，老师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我抱起孩子，笑着说：“没错，姐姐以后一定会赚很多钱，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我原本计划的特别好，利用预知能力去搞投资，轻轻松松就能赚个盆满钵满。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时候，系统提示音响了：“恭喜觉醒为1级狙击手。”这下我彻底傻眼了，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在觉醒者的世界里，狙击手是出了名的烧钱职业，光是买一把像样的枪就能让我倾家荡产。这根本不是什么战斗职业，而是给富2代准备的奢侈品。我一个连饭都快吃不上的穷光蛋，居然抽到了最贵的职业，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啊？职业是烧钱的狙击手也就算了，结果打开属性面板一看，我整个人都傻了。这数值简直没眼看，全是清一色的垫底评价。这种水平去当觉醒者，简直就是去送人头。别说赚钱养活孤儿院了，我连买子弹的钱都凑不齐。工作人员在柜台后催我，表格填好了就快点交过来。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表递过去，心里却在不停的打鼓。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觉醒者学院是免费入学的，只要能混进去，至少能先把眼前的难关度过。算了，想再多也没用。虽然我是个穿越者，但显然老天爷没打算给我开挂。没钱没事，属性还差得要命，我大概是混得最惨的穿越者了。可一想到孤儿院的大家，我就算硬着头皮也得在觉醒者的世界里闯出条路来。就在这时，街边的大屏幕亮了，上面正在播放学院的招生新闻。看着画面里那个光芒万丈的男人，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和他相比，我这种人真的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吗？既然属性指望不上，那我就只能靠脑子了。守护者学院，那里是整个故事的主舞台，也是那个天之骄子即将入学的地方。虽然我现在的处境很惨，但我手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穿越者的福利。我掌握了所有的原著剧情，在这个世界里，剧透才是最强的外挂。我推开家门，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既然老天爷把我扔到这儿，那我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只要利用好接下来的每一个事件，咸鱼翻身，也就是时间问题。说真的，现在的奇幻小说男主角基本就分2种，一种是闷头干活的努力型，另一种就是满肚子坏水的欺诈型。很不巧，我所在的这个世界，男主角偏偏是后一种。他不仅是个资深的游戏玩家，对所有剧情了如指掌，甚至还觉醒了最离谱的技能洞察，只要看一眼，他就能看穿所有人的属性，甚至连藏在角落里的宝物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靠着这种作弊一样的能力，他把世界各地的隐藏奖励全给吞了。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我真的还有机会吗？真后悔当初没把那本小说看完，现在脑子里全是些没用的八卦，关键的通关攻略竟然一点都想不起来。不过有一件事我很确定，那个叫那罗汉的男人最擅长培养自己的势力，只要是他看上的人，最后都能变成顶尖高手，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根据原著的设定，他刚入学的时候也是个弱鸡，被分到了最差的 F 班。既然我也要去那个学院，那这就是我翻身的唯一机会，只要能想办法混进 F 班，赶在他发迹之前先一步抱住这条大腿。我想通了，既然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那我就当主角身边最强的挂件。在这些小说里，只要能混进男主的精英团队，最后都能跟着分到不少好处。既然他以后要培养自己的势力，那这个位置必须有我一个。我要利用手里所有的剧透信息，在他还没发迹的时候，强行抱住这根最粗的大腿。只要能挤进他的队伍，以后还愁没有好日子过吗？我的计划就从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是开学典礼的日子，这地方大的离谱，居然还要坐班车去礼堂。向导在车上不停叮嘱，一定要拿好发给新生的设备，所有的规则和地图都在里面。那闲看着窗外，心里直犯嘀咕，这学校连商店街和餐厅都有。虽然在小说里读到过，但亲眼看到这种规模，还是觉得太夸张了。目前看来，一切似乎还算正常。那闲盯着手机上的通知，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原著里明明没有宵禁这一说，大家半夜不都是随便溜出去吗？还没等他想明白，班车已经停在了礼堂门口。这地方修得比想象中还要气派。广播里不停催促着，让新生赶紧去公告排看分班，每个人的字母都代表了初始等级。
大家陆陆续续开始入座，看着周围这些陌生的面孔，他心里很清楚，从坐下的这一刻起，真正的学院生活就算正式拉开序幕了。在守护着学院，每个人的初始等级都是根据个人素质来定的。不出所料，那贤被分到了垫底的 F 级，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就传开了。那些人根本没打算避人，对着他指指点点，笑话他是来凑数的。他倒是没往心里去，既然现在是垫底，那就只能想办法往上爬了。就在这时，校长登台开始了致辞，语气听起来温柔又亲切。他说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这些小鸡仔随时去找他。那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位校长该不会也是原著里的女主角候选人之一吧？这种成熟大姐姐的设定确实很像。还没等他琢磨明白，台上的主持人就开始维持秩序了，因为接下来的环节才是整场开学典礼的重头戏。随着皮鞋踏地的声音，全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一处，新生代表要上台宣誓了。走上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原著里的男主角朴时宇。台上朴时宇正在庄严宣誓，那贤却在台下开启了小差。按照原著剧情，那个骗子现在应该在某处说着那些让人脚趾抠地的中二台词，什么我要活下去哦世界之类的，光是想想都觉得尴尬。可就在他转头的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个男人竟然就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罗汉单手托腮，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压迫感，甚至连摆出的姿势都跟原著里描写的一模一样。那贤彻底懵了，这家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果他现在就在这里，那贤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些异样的目光根本不是冲着他这个 F 级来的，全都是在盯着他身边的罗汉。也难怪大家这种反应，毕竟在原著剧情里，这家伙可是个名声臭到家的反派。虽然现在的他还只是个满嘴胡话的骗子。看着罗汉在那不停的低声嘟囔，那贤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这种翻身的大好机会绝对不能从指缝里溜走。他悄悄翻开随身的小本子，上面赫然写着如何成为骗子的盟友。可看着罗汉那复生人勿近的样子，那贤又犯了难。平时只跟家里那几个弟弟相处，到底该怎么跟这种危险角色交朋友？为了能顺利接近罗汉，那贤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琢磨，到底该用什么样的人设去征服他？是走傲娇路线，还是装成高冷的三无少女？甚至连极端的病娇人设他都考虑了。可惜这些在原著里早就有人占坑了。正当他对着笔记本抓耳挠腮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康勋顶着那对毛茸茸的兽耳，笑嘻嘻地探进头来，看着那贤一脸心虚的样子，康勋忍不住调侃：“姐姐，这是在为了孤儿院的未来制定什么宏伟计划吗？”那贤赶紧合上本子，要是让弟弟知道自己正在研究怎么去当骗子的盟友，那可就真的解释不清楚了。康勋低着头，语气里满是心疼。他劝那贤别再为了大家牺牲自己，既然现在已经成了觉醒者，明明可以一个人去过更好的生活，他不想再成为姐姐的负担。可话还没说完，那贤就温柔地打断了他。他拉过康勋的手，语气坚定的让人无法反驳：“孤儿院的孩子们，还有院长，当然也包括眼前的康勋，全都是他最亲最爱的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又怎么可能只顾着自己享福？”看着康勋愣住的样子，那贤心里更清楚了，这就是他必须变强的理由。康勋像只粘人的小兽，一头扎进那贤怀里撒娇，看着弟弟这副可爱的模样，那贤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小狗系。可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不对劲，原著里那些出名的女主人设好像压根就没有这一款。他赶紧翻开那本攻略笔记，越看越觉得头大。难道自己掌握的情报真的就只有这么点吗？那贤深吸一口气，不管了，为了这群宝贝家人的未来，就算没有现成的人设，他也要硬闯出一条路来。康纳贤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既然决定了要主动出击，那就绝对不能退缩。他的阳光计划正式启动，为了能顺利接近罗汉这个大骗子，他可是下足了功夫，专门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套无往不利的必杀人设。就在罗汉还没察觉的时候，那贤已经一个箭步冲到了他面前，大声的打了个招呼。这一刻的他笑得比谁都灿烂，就像冬日里最暖和的阳光，还带着那种让人没法拒绝的小狗般的亲和力。这就是他的秘密武器。为了活命，他只能硬着头皮演这个阳光少女，这演技连他自己都觉得尴尬。那罗汉主动开口问他名字，结果他反手就是一个装傻充愣，问对方到底是谁。这下轮到那罗汉怀疑人生了，在学校里居然还有人不认识他。这一招欲擒故纵，算是彻底把对方给整不会了。别看那罗汉现在人模人样的，以前他可是觉醒者圈子里出了名的混世魔王，打架闹事样样精通。直到那个骗子附身之后，他才像变了个人一样，甚至还主动跟那贤介绍起自己。那贤表面上装的热情大方，心里却很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觉醒者也分3、6、9等，一种是靠投胎的世袭贵族，生来就站在金字塔顶端，而另一种就像他这样，只是偶尔被发现的平民。这种身份的鸿沟可不是靠演技就能填平的。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那贤现在演的这个阳光少女，其实全是他精心编造的谎言。他故意在那罗汉面前装傻，说自己是政府资助的平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表现得既天真又好骗。他甚至主动示弱，说担心自己跟不上学院的进度，其实心里想的是赶紧来利用我吧。那罗汉果然被这副面孔给唬住了。那贤这演技真是没谁了，表面上一脸崇拜的夸他厉害，顺便还想打听打听他到底能捞到多少好处。结果那罗汉在那装深沉，回了一句谁知道呢？这可把那贤给气乐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家伙可是原作游戏的死忠粉，现在装的一副高冷样，无非是没把他这个路人放在眼里。既然软的不行，
那就只能来硬的了。他直接凑过去死缠烂打，非要对方把秘密吐出来。毕竟在这个世界里，只有粘住这个顶级大佬，他才能跟着分一杯羹。人算不如天算，那贤正打算趁热打铁，从那罗汉嘴里套点情报出来，结果入学典礼竟然结束了。广播这一响，所有人都要开始移动，那贤的计划被彻底打乱，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为了维持自己的阳光人设，他不得不开启社牛模式，跟周围的同学打成一片，瞬间成了人群里的焦点。但他始终没忘记那个骗子，回头一看，那罗汉果然一个人呆在角落，跟周围的热闹格格不入。看来这家伙比想象中还要难搞定。那罗汉现在正躲在角落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但他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妙，属性垃圾不说，名声在觉醒者圈子里也早就臭了。那贤一眼就看穿了局势，这家伙想单打独斗根本不可能，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先从偏见最少的 F 班开始招人。而那贤手里正握着让他无法拒绝的底牌，他不仅是班里稀缺的远程输出，还拥有拿到隐藏道具的关键技能。只要能找个机会在那罗汉面前展示一下实力，他绝对会成为对方眼里的香饽饽。到时候想加入他的队伍，还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那贤终于要开始搞事情了，他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既然要入伙，那就先送他一份大礼。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热情地招呼那罗汉过去做，这举动简直是在公开抬轿子。他想得很明白，与其让这家伙继续名声扫地，不如利用自己的人气，帮这个骗子把口碑给立起来。这一下全场都炸开了锅，大家都在窃窃私语，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那罗汉怎么会跟女神扯上关系？看着周围人震惊的样子，那罗汉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嘴角微微上扬。这家伙还真是顺杆爬，面对那贤给的机会，他一点都没客气，直接大大方方的走过来，笑着跟大家打招呼。他这一开口，瞬间就把全班的注意力都吸走了。大家听说他懂得多，立马把他当成了博学大佬，围着他问这问那。那罗汉也真能演，装出一副热心肠的样子，说只要有问题尽管找他，不管是升级还是技能，他都能给大家好好讲讲。看着他被同学们簇拥在中间，那贤在旁边简直要气炸了。刚才自己问他的时候，这家伙还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现在看到有刷名声的机会，他倒是装得跟真的一样。那贤心里暗骂，这个厚脸皮的混蛋，真当老娘是给你搭台子的工具人吗？老师一出场就直接炸场，浑身肌肉块，还穿着件紧身背心，开口就管这群学生叫小鬼。他说话也够直接，告诉大家来这儿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学习怎么杀掉怪物。虽然有学生想当研究员，但老师的意思很明确，只要在这儿就要学会怎么对付那些畜生。那闲看着这热火朝天的气氛，觉得 F 班的感觉还挺不错。可就在大家兴头正高的时候，老师突然收起了笑脸，抛出了一个让全场死寂的问题。他问大家，你们为什么对怪物抱有敌意？这一下把所有人都给整不会了，杀怪物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老师接下来的话更让人脊背发凉，他说杀戮本质上是在夺取生命，而怪物其实也是有智慧的，甚至还开玩笑说没准大家还能跟怪物交个朋友。老师这话一出，底下瞬间炸开了锅，学生们都觉得这老师脑子坏了，怪物不就是用来杀的吗？这种话也是能随便说的。老师倒是很淡定，他自问自答的给出了理由，之所以要敌视怪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类赶尽杀绝，这就是他的答案，简单粗暴却又让人无法反驳。他让大家也去寻找自己的答案，然后就这么潇洒的宣布下课了。那贤推着行李箱走在走廊里，心里却在盘算别的事。那个骗子既然知道主线剧情，那他的目标肯定只有一个，就是彻底通关这个游戏。至于老师留下的那个问题，那贤看着窗外的阳光，无奈的叹了口气。说实话，他还真从来没考虑过这些。他握紧拳头，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既然已经在那罗汉面前露了脸，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算计好。他随手划开系统面板，想看看自己现在的底牌，结果这一看，心凉了大半截。这数值简直垃圾的没眼看，跟那个骗子在那半斤八两，也就体力稍微能拿得出手。看来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不拼命升级是不行了。那贤正琢磨着该从哪练起，系统面板突然自己跳了出来，上面赫然显示着系统正在更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是整哪出，进度条瞬间就蹦到了100%。紧接着一道刺眼的强光猛地炸开，晃得他根本睁不开眼。这系统简直是在强买强卖。还没等那贤反应过来，一连串的提示音就炸开了，屏幕上疯狂跳动着各种指令，正在确认他的认知，甚至还在强行匹配他和主角的关系。那贤整个人都懵了，他还没搞清楚状况，系统竟然直接发来了贺电，恭喜他已经成功融入了那罗汉的故事里。系统更是直接给他判了死刑。康纳贤这个名字正是出现在了那罗汉的小说里，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局外人，而是成了故事里的一员。康纳贤不仅是故事里的角色，还是这个世界的读者。这个突然出现的系统不仅能看到读者的反应，还能通过出场率来换取点数，这简直就是开了透视挂。可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才出现？难道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剧情已经发生了什么变故？原来这个系统激活的条件就是必须见到男主罗汉，看来只要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他就能源源不断的拿到点数。那贤点开商店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里面不仅有各种神级装备，甚至连改变剧情的机会都能买到。更离谱的是，只要点数足够，连身体素质和力量都能直接提升，这简直就是要把他强行堆成世界最强。看着这些天文数字一样的价格，他知道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在这个故事里搞出更大的动静。
虽然点数少得可怜，但奈贤还是决定先试一把。他咬牙换了一把标准款魔力枪，没想到下一秒，沉甸甸的家伙就直接掉在了手里。这下他彻底信了，这个系统不是什么幻觉，而是真能把虚构的东西变出来。既然连武器都能换，那直接买属性点变强，肯定也不是梦。不过最让他在意的还是系统里那个出场率功能。点开一看，上面竟然清清楚楚记录着原著里关于他的每一段剧情。看着这些熟悉的文字，他停下了动作。既然能提前预知接下来的走向，那这个必死的结局是不是也有机会能改写了？朴时宇是那个正气凛然的新生代表，正站在台上庄严的宣誓要守护人类。他其实是个资深老玩家，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场必须通关的生存游戏。但罗汉很快发现，事情并没有计划中那么顺利。台下那些指指点点的目光，让他意识到之前闹出的动静已经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了。现在的他，开局就掉进了劣势位，如果不赶紧想办法把风评扭转过来，接下来的剧情恐怕会变得非常麻烦。他冷冷地扫视着四周，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既然名声坏了，那就用另一种方式让这群人闭嘴。那贤竟然主动凑了上去，还一副完全不认识对方的样子，这让见惯了大场面的罗汉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看着眼前这个傻呵呵的姑娘，罗汉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既然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那肯定就是那种被政府强行塞进来的觉醒者。这种人背景简单，性格看起来也挺好对付，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完美妻子。罗汉嘴角微微上扬，既然对方主动送上门，那他可就不客气了。看来挽回名声这件事比罗汉预想的要简单得多。面对周围那群好奇的同学，他一边游刃有余地应付着，一边悄悄开启了洞察技能。在他的玩家视角下，整个教室瞬间变成了数据森林。可惜放眼望去，满屋子几乎全是毫无用处的路人甲。就在他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个特殊的面板跳了出来，那是奈贤的属性。虽然等级还不高，但他竟然拥有极其罕见的狙击手天赋，这意味着只要给他配上一把好枪，他就能在接下来的副本里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罗汉盯着眼前的属性面板，那贤的技能确实很亮眼，虽然基础数值差点意思，但只要培养得当，绝对是个顶级的远程输出。更让他得意的是，靠着这张帅气的脸，那贤对他的好感度明显在上升，这让他的开局计划进行得比预想中还要顺利。就在他盘算着待会儿要去训练场找主角碰头时，那贤却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好奇地问他家里还有没有兄弟姐妹。罗汉愣了一下，没想到话题会突然转到家常上。看着那贤那副天真的样子，他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他其实是原著女主角的亲哥哥，只不过两人的关系简直比陌生人还要糟糕。看着剧情里完全没提到自己为了帮那个骗子挽回名声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那嫌弃的直接在床上打滚。尤其是看到好感度上升的提示，他更是当场破防。这哪是什么好感度，这分明就是工具人的好用程度。他一边自我催眠，一边熟练地打开了读者评论区，想看看这届网友到底是怎么评价他这个角色的。结果评论区里全是虎狼之词，有人猜他是新晋女主角，有人说他是副本必备的挂件，甚至还有人喊着要在他觉醒之前先解决掉他。看到评论区那帮家伙叫嚣着要让他领便当，那嫌弃的差点把桌子掀了。这群只会在屏幕后指手画脚的读者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他躺在床上冷静了一下，终于看清了现实，这个世界在那些人眼里不过是一本可以随意评价的小说，而他只是故事里的一个角色。但愤怒解决不了问题，他盯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读者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竟然都能转化成实打元的点数。这意味着只要能引起那帮家伙的关注，他就能获得改变命运的力量。既然被当成了小说角色，那他就要拿稳这个剧本。那贤看着不断跳动的点数，心里已经有了主意。那贤越想越觉得这个世界的升级机制简直离谱，升级给多少属性点全看脸，运气好的一下子给100点，运气差的可能就只有可怜的一点。但这还不是最坑人的，最让人崩溃的是，连这些点数加在什么属性上，竟然也是随机抽奖。万一一个远程狙击手点数全加在了力量上，那这号基本上就练废了。这种全看运气的破游戏，正常人谁能受得了？简直就是玩家的噩梦。不过这也正是那贤的底气所在，因为他手里握着的原点数拥有一个逆天的功能，那就是可以跳过随机抽奖，让他自由选择想要提升的属性。在这个全员赌狗的世界里，只有他能精准掌控自己的每一步成长。那贤终于想通了，在这个被读者注视的世界里，原点数就是唯一的硬通货，而想要赚到这些点数，就必须掌握那帮读者的财富密码。他太了解这些人的胃口了，无非就是想看爽快的反击，或者是暧昧不清的后宫套路。既然你们想看戏，那我就演给你们看。那贤站起身，眼神里少了几分吐槽的随意，多了几分入局的果决。既然读者更青睐女主角的剧本，那他不介意换个活法。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躲在幕后的旁观者，而是要成为掌控全场的焦点。只要能把那帮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点数还不是手到擒来。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那贤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那贤原本的打算很简单，就是利用罗汉这个骗子，等捞够了资源和人脉，就立刻拍拍屁股走人，谁也不欠谁的。与其当一个随时会被祭天的路人甲，不如直接去抢那个最显眼的位置。没错，他要改变自己的定位，不再是那个跟在别人身后的小跟班，而是要成为这个故事里唯一的、绝对的女主角。
既然要当这本小说的女主角，那就要把那些关键人物全都变成自己人。本以为只要搞定那些英雄，就能阻止世界毁灭，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那由里突然暴走，漫天的火焰直接封死了退路。他死死盯着眼前的那贤，语气里全是愤怒：“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局面彻底失控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时间回到1小时前，那时候一切看着还挺正常。那贤刚收拾完屋子，就开始琢磨接下来的剧情。按照剧本，今天应该是和主角团偶遇的日子。他盯着手机上的训练室预约信息，既然那个笨蛋在7号房，那骗子肯定就在剩下的房间里，要不要跟过去看看？虽然还没想好具体的计划，但他还是决定先去训练场碰碰运气，万一那个笨蛋已经跟对方撞上了呢？他加快了脚步，真正的偶遇马上就要上演了。刚走到训练场门口，那贤就听见里面有动静，看来已经有人先到一步了。他放慢脚步，躲在柱子后面，结果正好撞见那个骗子罗汉正跟一个金发女孩对峙。那有理语气冰冷地质问：“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罗汉倒是一脸淡定，反问他：“学生出现在训练场，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这两个人凑在一起，气氛明显不对劲。那贤在一旁看着，心里已经猜到了7、8分，看来这出戏比他预想的还要精彩。那有理显然气得不轻，他觉得罗汉出现在这，纯粹就是为了看他的笑话。罗汉倒是脸皮够厚，一脸淡定地说自己是来训练的，还拿出了预约记录当证据。这种鬼话连路边的流浪狗都不信。那有理直接开启嘲讽模式，觉得他肯定是在哪偷懒被撞破了。躲在暗处的内贤总算看明白了，这哪是巧合，这分明是罗汉精心设计的套路。他故意激怒那有理，就是想等对方动手，好让自己能顺理成章地演绎出受害者的戏。这招碰瓷玩的确实够绝，连内贤都忍不住感叹，这家伙的心机实在是太深了。那有理的火气越来越大，他觉得罗汉这种人根本没资格出现在训练场，直接指着鼻子让他赶紧滚蛋。躲在后面的奈贤看准时机，觉得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就是切入战场的最好机会。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那贤突然从阴影里走了出来，直接挡在了罗汉面前。他先是假装客气地谢了谢罗汉，接着话锋一转，开始当面拆台。他说自己已经在旁边听了很久，觉得罗汉刚才的话确实有点过分，这种时候谈什么权利确实不太合适。谁也没想到奈贤会突然跳出来搅局，原本2个人的对峙，这下彻底变成了3个人的混战。眼看气氛到了冰点，那贤直接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挡在罗汉面前。那有理整个人都愣住了，指着他鼻子质问：“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那贤一眼就认出了对方，这金发红眼的傲慢模样，分明就是那罗汉的亲妹妹。既然认出了身份，那接下来的戏就好演了。那贤立刻换上一副真诚的表情，他搬出罗汉的名号套近乎，说自己是那罗汉的同学，还义正言辞地替罗汉辩解。他说罗汉虽然看起来不靠谱，但绝对不是什么坏人。这番话听得身后的罗汉都愣了。那贤这一招确实厉害，既给了内有理面子，又在罗汉面前立稳了人设，局面瞬间被他反客为主。现在压力全到了那有理这边，那有理根本不买账，他觉得那贤简直是疯了，居然会相信罗汉这种烂人的鬼话。那贤也知道自己在睁眼说瞎话，但为了把戏演下去，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编。他突然提高了音量，一脸真诚地开始吹捧罗汉，说他其实是个内心温柔的人。在内贤嘴里，罗汉变成了一个勤奋刻苦，甚至会为了帮助同学而牺牲休息时间的圣人。这一通彩虹屁拍下来，把对面的奈有理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连站在后面的罗汉都听傻了，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在别人眼里竟然能有这么完美的人设。听完奈贤的番话，那有理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一副同情的表情，冷笑着说：“奈贤真是太可怜了。”他觉得奈贤完全被罗汉给耍了，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的真面目。罗汉刚想开口反驳，就被那有理一个字给怼了回去。还没等奈贤反应过来，那有理突然冲上前，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这一下把那贤吓得够呛。那有理低着头，语气变得阴森恐怖。他说罗汉把这里当成了游乐场，现在竟然还想玩弄这么单纯的人。他提到了母亲的宽恕，还有那次被逐出家门的惩罚，每一个字都透着刺骨的含义。那贤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彻底变了，甚至隐约看到了火花在闪烁。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争吵，而是某种危险力量爆发的前兆。有理这次是动真格了，双手竟然直接烧起了熊熊烈火，嘴里还念叨着绝对无法原谅。那贤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这剧情完全不对劲啊！原著里的有理根本没这么疯，这下事情彻底玩脱了。眼看有理就要带起火焰冲上去，那贤吓得魂都没了，拼了命地大喊想要拦住他，求他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收手。可有理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满脑子只想让罗汉付出代价。整个训练场都被这股杀气笼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罗汉不仅没躲，反而对着愤怒的有理露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笑。眼看有理的火焰就要失控，那贤急得不行，这一下要是真打实了，罗汉恐怕当场就要没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半路杀出各程咬金，一只手突然伸进火焰中心，竟然硬生生把魔法给掐灭了。来的人正是朴诗雨，他像个没感情的机器一样，当场开始背诵学院校规，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盯着满脸愤怒的有理，一字一句的警告，除非是指定课程或紧急情况，否则严禁在校内私斗。朴诗雨冷冷地问：“你应该还没把校规给忘了吧？毕竟觉醒力量可不是为了让你到处伤人的。”有理
虽然心里100个不服气，但也知道现在硬碰硬没好处，只能丢下一句狠话，转身就走。那贤看着他离开的背影，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真的差点以为要没命了。罗汉赶紧走上前，对朴时雨道谢：“多亏有你在，我才捡回一条命。”朴时雨摆摆手说：“别放在心上，我只是怕被你连累才出手的。”那贤一眼就看穿了，这借口找的也太烂了，明明就是冒着危险救了人，居然还不肯承认。他干脆直接开启夸奖模式：“你真的太勇敢了，简直就是正义的化身。”朴时雨显然没见过这阵仗，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谁能想到，这个平时冷冰冰的男神，竟然也有被夸到没词的时候。罗汉在一旁打趣说：“不愧是新生代表啊，这一出手，简直要把整个学院都给掀翻了。”朴时雨被说的有点挂不住脸，低声呵斥让他闭嘴，但这副样子反而让气氛变得轻松了不少。那贤在心里偷笑，看来这个高冷男神也有被人拿捏的时候。他顺着话题问：“你刚才也是要去训练场吗？”朴时雨摇摇头说：“不是，我只是察觉到这边有魔力波动，所以才赶过来看看。”那贤听完更佩服了，这种敏锐的感知力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贤好奇地问：“刚才那一招也是什么特殊技能吗？”朴时雨一脸淡定地说：“那只是最基本的魔力控制而已。”罗汉在一旁直接拆穿：“别听他瞎说，那招普通人练一辈子都未必行。”那贤听完更崇拜了，不愧是天才，这实力简直深不可测。朴时雨被夸得浑身不自在，赶紧找个借口先走一步。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罗汉这才猛地想起来，自己原本也是要来训练场测试新能力的，这下正事儿差点给忘了。那贤凑上前问：“难道我看起来像是第一天就会偷懒的人吗？”他甚至用上了女主角级别的魅力攻势，就为了多刷点好感度。结果那罗汉半天没憋出一个字，只是尴尬的解释说：“一般开学第一天，大家都会选择休息。”那贤在心里疯狂吐槽，这家伙反应也太冷淡了，自己演得这么辛苦，结果对方根本不接招。他反问道：“那你不是也出来了吗？”虽然表面上在闲聊，但那贤心里很清楚，原本的剧情里根本没有这一出，现在因为他的出现，整个故事的走向已经彻底变了。那贤在心里飞快盘算，必须得找个完美的借口，绝不能让这个男人对自己产生怀疑。没想到奈罗汉先开口了，他说：“其实自己原本也没打算来训练，只是因为看到了那贤。”在那贤眼里，罗汉在课堂上不顾一切救人的样子，让他深受触动，所以才鬼使神差的跟了过来。那贤愣了一下，他意识到自己这个原本不该存在的变数，正在悄悄改变所有人的命运。既然局面已经打开，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更加小心才行。那贤顺着话茬说：“这全都要多亏了你的帮助。”那贤有点不好意思，坦白说是因为看到他在训练场拼命的样子，自己才决定站出来的。那贤表面上一副感动的样子，心里却在疯狂给自己打气，为了当好这个女主角，这出戏必须得演到底。两人约定好明天一起努力。看着罗汉逐渐信任的眼神，那贤知道这波好感度总算是稳住了。虽然维持人设真的很累，但只要能改变结局，这点演技又算得了什么呢？学院的竞争正式拉开序幕，教官在台上宣布，现在的等级只是暂时的，期中考试的实战结果将决定所有人未来的地位。台下的那贤听得很认真，不知不觉开学已经4天了，这几天他可没闲着。虽然每天累得够呛，但好在进展还算顺利，他已经成功拿到了那罗汉和朴时雨的联系方式，关键人物的社交布局已经完成。谁能想到高冷的朴时雨竟然真的听了劝，开始没日没夜地疯狂加练。那贤在一旁疯狂捧场，直夸他刚才那一招简直帅呆了，这情绪价值直接给拉满了。朴时雨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显然很受用，甚至还破天荒地夸了那贤几句。看着这两个男人都被自己拿捏，那贤心里别提多得意了，这社交战术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不过他心里也清楚，现在的和谐值是暂时的。那贤觉得这波稳了，不仅成功展示了价值，社交进度也比预想的快得多。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事情就开始不对劲了。尤里竟然一直在背后死死盯着他，这眼神看得人心里发毛。按理说他应该去关注男主才对，怎么偏偏盯上自己了？还没等那贤想明白，台上的教官突然发话：“基础测试正式开始。”所有人立刻去挑选武器。看着周围的人熟练的挑选武器，那贤心里很清楚，这就是等级带来的差距。高等级的学生早就接受过训练，而 F 班的人大多只能抓瞎。要不是有系统帮忙，他现在估计也和别人一样，在这儿对着一堆铁疙瘩发愁，根本不知道哪个才适合自己。就在他盯着狙击枪犹豫的时候，罗汉突然走到了他身后，语气平淡的问：“你打算选这个吗？”这一下确实让他没料到，这个平时独来独往的高冷男竟然会主动过来给他建议。罗汉在这个时候出现，对那贤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他主动提议让那贤选个短枪，说这样能发挥他职业的最大优势。那贤嘴上答应的痛快，心里却打起了鼓。这种专业到过头的建议，听着可一点都不像随口一说。他一边打开状态栏确认，一边琢磨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难道他已经看穿了自己的底牌？罗汉走过来问他选好没有，那贤顺手拿起了他暗示的那把枪，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看。罗汉对着那贤笑了笑，随后直接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自己的初始武器。对他这种职业来说，全身上下也就只有这么一件装备。可当这件武器真正亮相时，那贤彻底看傻了，这东西的规格和气息完全不像是个新手能拿到的。他忍不住开口问罗汉：“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在守护者学院，每个人都要经历一场试性测试，来决定自己最适合哪种武器。
这不仅是练习，更是为了在实战中能精准解决那些被称为目标地怪物。作为队伍里的输出位，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规定时间内打出最高伤害。谁也没想到，朴时宇这一出手，围观的人都看傻了。这家伙竟然直接秒杀了史莱姆，甚至连系统配发的长矛都因为承受不住他的力量，当场碎成了渣。朴时宇的表现让全场都沸腾了，考官更是赞不绝口，直呼他是天才。不愧是自带主角光环的人，从一开始他的各项数值就高得离谱，尤其是那个叫牵手的技能，简直就是开挂，任何武器在他手里都像有了生命一样听话。罗汉在旁边看得清楚，这家伙真正的底牌恐怕还没亮出来。就在朴时宇准备离开时，一道犀利的目光死死锁住了他，是尤里。这下有意思了，接下来的测试恐怕会比刚才更精彩。除了输出位的选手，其他人全部退场。罗汉笑着跟内贤告别，这姑娘简直像个小跟屁虫，走哪都要紧紧跟着。其实那贤选的狙击手职业在猎人世界里非常罕见，虽然远程压制力极强，但培养起来简直就是烧钱。不过有罗汉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带他。尤里冷着脸拦住去路，语气里全是火药味。他盯着罗汉问：“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罗汉却一脸淡定，甚至还想装傻混过去。看这架势，尤里今天是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了。尤里显然是来翻旧账的，他死死盯着罗汉，质问他是不是忘了当年对那个孩子做过什么。看来在他的眼里，罗汉永远是那个无可救药的混蛋。话音刚落，尤里周身瞬间燃起烈焰，他是真的动了杀心。罗汉站在原地没动，他在等一个解释的机会，或者等对方彻底失控。这火焰的威力非同小可，周围的空气都要被点燃了。尤里这是要在这里彻底做个了断，局面已经无法挽回。罗汉心里清楚，如果不拿出点真本事，今天恐怕很难全身而退了。罗汉无奈地笑了笑，什么属性克制都是虚的，再这么打下去，自己非要先送命不可。等最热闹的输出位测完，接下来就轮到坦克了，也就是像铁柱这种专门负责挨揍的肉盾。而罗汉所在的辅助组排在最后出场，相比前面那些打打杀杀，这一组的测试规则听起来就温和多了。对手是一个虚拟怪物，他不会主动攻击，考生只需要负责削弱他或者强化他就行。这种测试虽然安全，但在罗汉看来实在是有点太无聊了。就在测试要开始的时候，罗汉突然举起了手，他大声向考官申请，能不能换一种测试方式。这话一出，全场的人都愣住了，考官更是一头雾水，这小子到底想搞什么名堂？罗汉心里很清楚，他觉醒的指挥官职业，如果只是对着木靶子放技能，那完全就是花架子。在大家眼里，指挥官这种辅助职业既不能冲锋陷阵，也没有爆发伤害，简直就是个鸡肋。但真正的指挥官从来不是靠蛮力赢球，而是躲在幕后的操盘手，掌控着所有人的生死。他之所以要求换规则，就是为了让这群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场统治力。所有人都看走眼了，指挥官可不是什么边缘职业，真正的指挥官能看穿战局的每一个漏洞，并在瞬间扭转乾坤。罗汉随手拿出一面红旗，这动作让旁边的内贤看愣了，他忍不住嘀咕：这不就是老掉牙的指挥手段吗？但在罗汉眼里，工具从来不是重点，重点是谁在用它。他转头看向考官，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既然是测试指挥官的能力，那对着木靶子划水有什么意思？罗汉直截了当地告诉考官，对着一个不会动的活靶子，根本测不出指挥官的本事。他申请直接进行实战。考官犹豫了一下，竟然真的点头同意了，还打算在坦克组里找个人来当他的对手。这话一出，台下的学生们全炸了，大家早就看罗汉不顺眼，这下全都争着要上台，想亲手教训一下这个狂妄的家伙。看着这群群情激愤的同学，罗汉一点都不慌，反而表现得非常淡定。他拦住了准备点名的考官，轻声说了一句：不用麻烦了，对手我想自己来挑。这下仇恨值算是拉满了，谁会成为那个被选中的出头鸟呢？罗汉随手一指，直接点名了人群里最壮的铁柱。他笑着调侃：目标越大就越容易被打中。这话可把铁柱气得够呛，一个坦克组的精英竟然被一个指挥官当成了活靶子。他咬着牙，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考官赶紧出来打圆场，问罗汉有没有想好的队友。按照惯例，他应该从对手的班级里挑人，可罗汉偏偏不按常理出牌。他语气平淡地说：如果不是为了稳赢，他甚至想选那个最强的朴时宇。就在大家猜测他会选谁的时候，罗汉转过头看向了自己班里的人，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没料到，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难道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默契？罗汉接下来的举动让全场彻底炸开了锅，他不仅要自己挑对手，还要点名让那贤当他的队友。台下的学生们都觉得他疯了，一个指挥官配一个垫底的狙击手去挑战精英坦克组，这简直就是去送人头。那贤整个人都懵了，他凑到罗汉身边，小声问：你真的确定要选我吗？罗汉没有多解释，只是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在他看来，这种不被所有人看好的逆袭才更有意思。看着那贤担心的样子，罗汉伸手摸了摸他的头，示意他不用紧张，只要按计划行事就行。安抚好队友，罗汉独自走向那个大块头铁柱，这举动把所有人都看傻了。一个指挥官不躲在后排，竟然主动走到了坦克面前。铁柱冷笑着嘲讽说：他这是急着来送死。可罗汉根本没理会这些废话，他正盯着系统面板，冷静地分析着铁柱的各项数值。虽然在新生里算是个硬茬，但跟朴时宇那种级别的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了。罗汉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铁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他咆哮着发起冲锋，发誓要让这个狂妄的家伙付出代价。战斗正式打响，罗汉到底准备了什么后手？铁柱这一拳可不是开玩笑的，以罗汉现在的身体素质，就像纸糊的一样，只要挨上一下，这场测试就直接交代了。可谁也没想到，就在拳头要砸中的瞬间，罗汉竟然侧身躲开了。铁柱这全力一击，直接在地上砸出了个大坑。铁柱气得破口大骂，说罗汉像个只会到处乱窜的小耗子。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家伙，反应速度竟然这么快。罗汉冷笑着开口，威力再大，那也得能打中才算数，太慢了。铁柱彻底被激怒了，大吼着要碾碎他，但这正中下怀。虽然两人的敏捷术直不相上下，但铁柱身上那套沉重的铠甲成了致命的累赘，只要快那么一点点，就足够分出胜负了。罗汉反问道：“你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铁柱这势在必行的一拳，竟然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罗汉不仅轻松躲过，还顺手给了他一个教训。刚才还嚣张跋扈的铁柱，这下直接被打得半跪在地上。这种绝对的力量压制，让他开始怀疑人生。铁柱这下彻底急眼了，一边冲锋一边大喊着要杀人。罗汉却像猫捉老鼠一样，语气里全是嘲讽。他说：“哎呀，我好害怕呀！但是你是不是忘了什么？”还没等铁柱反应过来，局面就瞬间失控了。那贤这一枪简直是神助攻，时机抓得死死的。罗汉也没想到，这姑娘的枪法竟然是老天爷赏饭吃，纯粹靠天赋在战斗。铁柱捂着胳膊，惨叫着跪倒在地。刚才那股嚣张竟然全没了。罗汉冷笑着走上前，问他刚才不是还想杀人吗？别急，真正的重头戏现在才要开始。铁柱这下彻底疯了，直接开了狂暴模式，打算玩命，嘴里还不停咒骂着。罗汉心里很清楚，要是单打独斗，谁也破不了这家伙的防。但现在可是2打1，有了内贤的远程支援，再加上他自己的强化技能，局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罗汉对着发疯的铁柱招了招手，有本事你就过来试试。罗汉让所有人睁大眼睛看好了，真正的表演现在才开始。在他的掌控下，整个赛场都被这股能量包围了。谁说等级低就注定要输？今天他就要证明 F 级照样能把 D 级踩在脚下。看着他嘴角这抹自信的笑，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场比赛他已经稳赢了。教官突然出手，叫停了战斗，这场切磋到这儿就算结束了。罗汉的表现已经足够让所有人闭嘴。那贤收起枪，才反应过来，原来这老狐狸从选武器开始就把一切都算计好了。他一边后拍一边吐槽，这混蛋差点没把他吓死，就不能提前打个招呼吗？非要玩这种心跳。那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跟他知道的剧本完全不一样。罗汉这家伙居然会把拿人头的机会让给他，虽然觉得他像个疯狂的赌徒，但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毕竟他们真的创造了奇迹，跨级打败了地级的对手。那贤兴奋的顾不上矜持，直接一头扎进罗汉怀里，这全靠他的神级指挥。就在这时，真正的系统奖励也终于到账了。谁能想到，刚才还冷静指挥的罗汉，现在居然彻底破防了。那贤发现这家伙表面上是个狠角色，实际上对女生根本没辙。既然抓住了他的弱点，那贤可没打算轻易放手，反而抱得更紧了。直到教官尴尬的咳嗽一声，提醒他们测试还没结束，两人才发现周围全是观众。这下好了，全校都开始起哄，说他们是 F 班的希望情侣。这误会恐怕是解释不清楚了。回到房间的内贤，这才觉得刚才确实玩得有点过火。虽然调戏那个木头挺有意思，但冷静下来还是觉得有点尴尬。不过看着暴涨的系统点数，他觉得这波演技一点都不亏。评论区全是关于他们的讨论，热度简直要刷屏了。既然已经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接下来的计划就能顺利进行了。只是他心里清楚，虽然大部分棋子都已到位，但真正的重头戏，那个还没露面的家伙才是最难对付的。那贤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那段让他纠结的系统记录，他想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改写剧本的。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罗汉应该在训练场遇到尤里，那是他们故事的开始。但那贤为了活下去，必须强行给自己加戏。他要在两人建立联系之前，先一步截胡。就在罗汉最冷漠的时候，他硬闯进了对方的视线。罗汉怎么也想不通，那贤明明只是个路人甲，甚至在原作里连名字都没有，为什么偏偏要替他出头？看着他挡在自己身前，大声反驳那些流言蜚语，罗汉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这辈子听惯了谩骂和敌意，却从来没想过，竟然会有人站出来保护他，而且还是从他自己的恶名中保护他。这种陌生的感觉让他心里乱成一团。也许就是从这一刻起，这个原本不存在的角色已经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变数。那贤觉得这次简直是大获全胜，虽然过程有点惊险，但他还是利用了剧情的漏洞，成功把罗汉从原本的轨道上带偏了。在他看来，这趟任务完成的相当圆满，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可他并不知道，罗汉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原本该发生的剧情全变了。看着那贤的背影，罗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变量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他得好好盯着这个女人了。罗汉还是觉得不对劲，大半夜的，这女人怎么会跑去训练场？他当面拆穿康奈贤，你可不是那种第一天就勤快的人。这下轮到康奈贤没话说了，但他马上反客为主，难道我看起来很像个懒鬼吗？看着他这副样子，罗汉一下子被问住了，甚至觉得他有点可爱。他支支吾吾的解释，结果反被将了一军。既然大家都休息，那你大晚上出来干什么？罗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按照原本的剧本，康纳贤爵不会这么轻快，他怀疑出现了某种变数，于是再次试探：你真的只
是想来训练吗？没想到康纳贤坦白了，他说原本自己也想偷懒，但看到罗汉在教室帮人的样子，突然也想努力一把。这下罗汉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局外人竟然成了改变剧情的最大变量。难道是因为他的出现，才让这个女人的性格彻底跑偏了？谁能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也会被当成变数？康纳贤一脸崇拜地说：“罗汉，你真的太厉害了！虽然不知道刚才那女孩是谁，但我就是无条件相信你。”这直球打的让罗汉都觉得这女孩纯真的过头，甚至为了维护她，还敢去硬刚大有力。他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女孩，心里竟然觉得这种感觉还不赖，于是点头答应了明天的合作。就在康纳贤觉得一切顺利时，罗汉随口丢出一个重磅炸弹：“刚才那个找茬的女孩其实是我亲妹妹。”这下轮到康纳贤傻眼了，这关系网未免也太乱了吧！看来康纳贤的努力没白费。看看这满屏的评论区，全是在夸她可爱的，甚至有人觉得她就是女主角。她的人气股直接涨停，虽然有些关键画面被剪掉了，但只要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她的目的就达到了。不过她现在有个大麻烦，手里攒了一堆点数，却根本不敢随便加点。毕竟罗汉那个男人眼神实在太毒了，万一实力突然暴涨，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这要是穿帮了，接下来的戏可就没法演了。康纳贤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只要趁着等级提升的时候，一口气把属性点全部加上去，实力的突飞猛进就有了完美的借口。就在他盘算着怎么掩人耳目时，第一个副本的时间也快到了。此时的教室里热闹非凡，同学正拿着新入手的武器大肆炫耀，这种能增加命中率的高级货，引得周围的人一阵惊叹。但在那贤眼里，这种高调的显摆简直就是在给自己送情报。在罗汉看来，专属武器才是这个世界的王道，毕竟制式装备虽然耐用，但在真正的战场上根本不够看。可那贤却像捡到宝一样，抱着那把基础款狙击枪不撒手，还说这种结实的才最趁手，这让罗汉彻底无语了。要么这女人是真穷，要么她就是在故意装傻。不过他现在没心思管这些，既然剧情已经乱套了，他必须尽快拿到那个隐藏奖励。罗汉突然主动开口，邀请奈贤一起去武器店，表面上是想带他见见世面，实际上他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只要奈贤收了他的好处，就会欠下一个天大的人情，到时候想让他做什么都行，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陷阱。可他万万没想到，奈贤答应的这么干脆，是因为他心里想得更绝。既然有人主动送上门当冤大头，那他肯定要反过来大捞一笔。这两个人凑在一起，还真不知道最后到底是谁坑谁。罗汉带那贤来到了目的地，他本以为用这些高端武器就能轻轻松松把这个女人收买。那贤表面上装的特别配合，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甚至还得提醒自己别笑出声来。毕竟有人主动送上门当冤大头，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看着满屋子昂贵的觉醒者装备，他故意装出一副被价格吓到的样子，其实心里已经在盘算怎么才能让罗汉彻底大出血。既然对方想玩这种施恩的游戏，那他干脆顺水推舟，准备直接收割一波大的。那贤为了能顺利捞到钱，开始在心里疯狂给自己洗脑，只要力稳这个勤俭持家的人设，就不怕罗汉不乖乖掏腰包。可谁能想到，罗汉竟然直接上手来了个摸头杀，还夸他这种努力的样子很不错，这让那贤差点当场破功。他感觉自己就像被当成宠物在遛，心里早就把对方骂了100遍，可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感动的样子。罗汉看着他这副模样，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只要你继续努力，想要的东西很快就会到手了。”那贤现在心情好得不得了，毕竟花别人的钱买东西，那感觉简直是爽翻了。他已经做好了大肆搜刮的准备。可罗汉一拿起武器，整个人瞬间就变了样。他对着枪械分析的头头是道，专业程度让那贤都有些意外。看来这个男人不仅有钱，而且对武器非常了解，绝对不是那种好糊弄的草包。那贤表面上还在装乖巧，心里却已经提起了警惕。面对这样一个精明的对手，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小心了。罗汉拿起那把顶配狙击枪，随口就说要把它送给那贤。这大方的镜头让那贤在心里直呼遇到了绝世大冤大头。他表面上还装得挺矜持，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觉得这波白捡的便宜简直赚翻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罗汉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他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这东西可不是免费送你的。”那贤这下才反应过来，天底下果然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汉笑得越是灿烂，那贤心里就越觉得没底。果然，这男人开始卖关子了，说要借用他的技术去办件事。那贤一眼就看穿了这是个坑，但他转念一想，这不正是刷好敢杜丽人设的好机会吗？于是他故意装出一副正义感爆棚的样子。他盯着罗汉的眼睛问：“这事儿是不是在助人为乐？”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立刻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这波演技配合的天衣无缝，那贤觉得这下总该稳了吧？可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掉进了罗汉的圈套里。随着一声成交，这份契约算是彻底锁死了。那贤抱着那把宝贝狙击枪，心里美得直冒泡，觉得只要报酬给到位，老板想怎么使唤他都行。可他还没高兴太久，契约上的具体条款就弹了出来。第一条就是严禁泄露行踪，第二条更是要求对罗汉的技能绝对保密。这契约表面看着普通，其实是罗汉专门挖的坑，只要违约就会触发惩罚。那贤心里冷笑，这不明摆着忽悠新人吗？行，那我就陪你演到底。罗汉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早就有数了，这哪是抓到个帮手，分明是钓到了一条大鱼。
他突然抛出一个重磅消息，就在这学院里，今天会开启一个新的地下城。那贤这下真愣住了，这种事怎么可能提前预知？罗汉一脸神秘地说：“因为我有特殊技能。”至于那贤信不信，那可就不好说了。那贤本以为要上报学校，结果罗汉语出惊人，他打算瞒着所有人，两个人直接去把地下城刷了。这决定简直疯了，那可是随时会丢命的地方。但在罗汉眼里，这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那贤表面上只能点头，心里却在疯狂吐槽：“你当然觉得不危险，毕竟你才是那个最危险的人。”罗汉早就盘算好了，只要能拿下这个隐藏副本，他的属性就能大幅提升。今晚这一战，只要不出意外，那升级的事就稳了。那贤现在满脑子都是白日梦，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大红大紫，甚至开始幻想全世界都在为他欢呼。看着暴涨的系统点数，他简直要笑出声了。反正罗汉也看不见，这种当暴发户的感觉真爽。他正感叹生活太美好，结果话还没说完，大门就被一股蛮力撞开了。尤里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开口就要找那贤，这架势一看就不是来叙旧的。原本轻松的气氛瞬间没了，那贤整个人都懵了。这位大小姐突然找上门，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尤里这副要找茬的架势，罗汉倒是一点都不慌，他直接一个侧身，顺手就把那贤给推了出去。这锅甩的简直猝不及防，罗汉笑着挥挥手，祝他们两个聊得愉快，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那贤整个人都傻了，刚签完契约还没捂热乎，转头就被当成挡箭牌给卖了。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跟在尤里身后走到了室外。看着对方那张阴沉的脸，那贤心里直打鼓。这大小姐特意把他带到这，到底想干什么？那贤本来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结果尤里不仅没生气，反而一脸严肃的开了口，说接下来的话全是为了他好。尤里语气冰冷，他根本不相信罗汉会变好。在那副无辜的面孔下，其实藏着一个毁人不倦的疯子。在尤里眼里，罗汉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最擅长的就是操纵人心，看着别人痛苦受难，他反而会觉得很有趣。这番话听得那贤背后发凉，他终于反应过来了，为什么学校里的人都躲着罗汉？原来那个看起来运筹帷幄的男人，在别人眼里竟然是个这么可怕的存在。通常大家对恶棍只是讨厌，但对于罗汉，那种情绪已经变成了恨，甚至恨不得让他消失。那贤看着手里的资料，心里直犯嘀咕，这些关于罗汉的黑历史，难道是他漏掉的剧情吗？在他的印象里，罗汉一直是个只会花钱雇人，躲在背后玩弄别人的烂人，这评价简直是烂透了。可就在这时，尤里却突然开口了，他说凡事都有例外。就在那唯一的一次，罗汉竟然主动接近了对方，这完全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做出了这种反常的举动？尤里的话越说越吓人，他说罗汉现在对你这么好，其实全都是套路，就像他当年做的一样，他会先让你产生依赖，然后再慢慢切断你和外界的联系，直到你的世界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让你只能听他的摆布。那个可怜的孩子太天真了，最后竟然就这样丢了性命。尤里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说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这样被罗汉给毁掉的。那贤彻底愣在原地，他看着尤里那双颤抖的手。尤里突然低声道歉，承认自己私下查了那贤的底细，因为那贤现在的处境太被动，简直就是罗汉最完美的猎物。他比任何人都希望罗汉能改邪归正，因为他实在不想再看到有人被那个疯子毁掉。那贤听完愣住了，在原著小说里，尤里因为处处针对罗汉，被读者们骂得体无完肤，大家都觉得她是个无理取闹的恶女。可直到这一刻，那贤才真正看清她，原来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只有尤里一直在试图保护那些无辜的人。听完尤里说的那些惨剧，那贤现在脑子乱成一团，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罗汉，更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原来尤里一直针对罗汉，并不是因为性格不合，而是有着这么深的一层血债。就在那贤发愣的时候，罗汉竟然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他一脸坏笑的调侃说那贤真是个没用的家伙。那贤心里咯噔一下，如果罗汉真的像传闻中那样是个会玩弄人命的疯子，那他现在的处境简直就是主动撞到了枪口上。看着尤里为了担心自己，甚至把自己折腾得这么憔悴，那贤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很想告诉尤里，现在的罗汉已经完全变了，不再是那个让人恐惧的恶魔。可这种话现在说出来，谁会信呢？那贤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之前是不是查过我的底细？尤里没有否认，他说自己见过太多被欲望吞噬的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那些人什么疯狂的事都干得出来，那种眼神他这辈子都忘不掉。尤里盯着那贤的眼睛，他说现在的那贤眼神里透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执着，但他并不觉得那贤在撒谎。看着眼前这个傲慢又善良的大小姐，那贤心里很触动，对方明明可以置身事外，却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跑来提醒自己。尤里叹了口气说，如果之前看到的那个罗汉全是假象，那真的太可悲了。那贤沉默了一会儿，他决定赌一把去相信现在的罗汉已经不再伤害别人，这是他目前能做的极限了。那贤看着尤里请求说，所以这一次能不能请你保护我呢？那贤认真的对尤里说，如果罗汉真的没变，还想利用或者伤害我的话，到时候就请你出手替我好好收拾他。但如果他真的改过自新了，那我们就一起让他诚恳的向你道歉，到时候我也会一直陪着你。
尤里听完愣住了，他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你是不是傻子啊？居然能这么自信的提出这种离谱的交易？”他觉得那贤简直太天真了，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去相信别人？万一赌输了怎么办？那贤看折嘴硬心软的尤里，心里反而暖洋洋的，能让这么聪明又强大的大小姐这么真心的为自己担心，这种感觉其实还挺不赖的。那贤心里暗自庆幸，或许那个骗子占据了这具身体，反而是件好事。尤里擦了擦脸上的泪痕，语气变得非常坚定。他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他绝对会保护好奈贤，因为同样的跟头，他不想再第二次了。”奈贤笑着点了点头，那就全指望你了。原本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了不少，尤里甚至主动要了联系方式，还约好明天一起吃午饭。奈贤觉得事情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解决了，可他并没有察觉到，就在不远处的树丛后面，一双带着兽耳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在这时，系统界面突然弹了出来，伴随着清脆的提示音：“恭喜你成功获得了一个故事碎片。”尤里这回是真急了，盯着内贤交代个没完，不管发生什么，必须第一时间联系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护住内贤。这架势简直像要把人拴在身边。那贤嘴上答应着，心里却直犯嘀咕：这大小姐是不是没朋友啊？怎么表现得这么上头？不过看她笑得这么开心，也就随她去了，只要大家都能高兴，别的都不重要。就在气氛刚缓和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罗汉刚露面，就被尤里抓个正着，问他到底跑哪去了。结果这哥们随口编了个借口，说自己刚从洗手间出来。那贤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这种烂理由恐怕只有鬼才会信。但还没等他拆穿，尤里就先发话了。他突然宣布，以后的课后训练必须带他一个。这操作把大家都整懵了，明明之前连话都不想说，罗汉还以为这大小姐转性了，要找他切磋，结果人家压根没打算理他。尤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贴身护着内贤。这下好了，原本的二人世界硬生生变成了三人行，而且火药味那是越来越浓了。尤里这回是彻底豁出去了，当众搂住奈贤宣誓主权，还警告罗汉少动歪心思，以后奈贤由他亲自罩着。等这尊大佛一走，罗汉立马就变了副面孔，凑过来打听两人的关系。那贤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哥们儿没安好心，但他还是笑眯眯的打着哈哈，只夸尤里是个好人。既然对方想演戏，那他就陪着演到底，反正现在撕破脸也没好处，不如先揣着聪明装糊涂。至于罗汉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迟早会露出马脚。罗汉一边走一边盘算，既然对方觉得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他就干脆把戏演到底，继续装傻充愣。在推开门的一瞬间，他压低声音说了句谢谢。还没等奈贤反应过来，屋里的气氛就彻底变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扑面而来。只见老师正黑着脸堵在门口，大发雷霆。他盯着罗汉一字一顿地说：“竟然敢一起迟到，我看你这胆子是越来越肥了。”老师这回是真火了，像拎小鸡仔一样把罗汉和奈贤拎了起来，非要他们交代清楚到底干什么去了，能迟到这么久。两人光顾着在走廊里拉扯，竟然把上课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结果不出所料，两人直接被发配去打扫卫生。但这波惩罚对内贤来说简直是因祸得福。他发现因为剧情的变动，系统奖励的原点竟然翻倍了，甚至还触发了隐藏奖励，拿到了一个叫故事碎片的东西。这玩意儿以前可没见过，看来这个世界的系统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那贤正一边拖地一边研究系统，刚才拿到的那个故事碎片居然没法直接更新，非要通过什么出场部分才能看。他顺着系统的提示点进去，画面里出现的竟然是罗汉，那是他从未见过的样子，眼神里透着一种复杂的情绪。罗汉低声自言自语，说他想要试着去相信，仿佛一直封印的心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系统里的文字清晰地写着，正是因为奈贤的那番话，才让罗汉从长久的麻木中清醒。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伤害别人的人了。那贤看着这些描述，心里五味杂陈。原来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竟然彻底改变了罗汉的命运。他似乎把过去的那个混蛋和现在的罗汉彻底分开了。那贤问了一句：“那这次换你来保护我怎么样？”还说无论如何都会相信他。看着这个傻姑娘的笑容，罗汉心里突然沉甸甸的。他根本不知道这具身体里早就换了一个灵魂。罗汉忍不住骂他是傻瓜，居然敢这么自信地提出这种稳赔不赚的买卖。虽然他嘴上还在嫌弃，但这是他第一次在心里认同了对方的话。罗汉看着眼前的画面，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真的只是个游戏世界吗？现实里怎么可能会有内贤这么单纯的人？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那一刻的内贤笑得简直晃人眼。罗汉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确实太美了，美得让他差点忘了自己原本生活的那个现实。就在他沉浸在这片故事碎片里的时候，草丛里突然传来了动静。秀晶晃着那对显眼的兽耳，一脸好奇地凑了过来。这突如其来的打扰让原本的气氛瞬间全无，看来偷听的人不止一个，局面是越来越乱了。秀晶正躲在暗处，笑得像只抓到老鼠的猫。他显然听到了不得了的秘密，甚至联想到了去年的旧事。可奈贤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刚才跟尤里说话的时候，周围的风流动得太顺畅了，这绝对不是巧合，能把风控制得这么完美，又是猫系兽人，除了秀晶还能有谁？那贤心里开始犯嘀咕，按照原本的剧情线，秀晶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评论区这下彻底炸锅了，满屏都是奈贤的名字，读者们都在感叹，这绝对是感天动地的真爱。那贤看着
这些评论，心里压力山大。买他这只股的人也太多了，他只希望其他女主角快点出现，好让自己的热度降一降。可现实总是很骨感，因为迟到，他现在正跟罗汉一起罚扫地。那贤忍不住抱怨，这学校的规矩也太折磨人了。罗汉倒是看得很开，说这就是主角该有的待遇。他一边偷懒，一边提议在下课前先歇会儿。那贤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罗汉就直接拆穿了他的心思，说他肯定也想着快点干完，好找个地方躲起来偷懒。那贤纠结了半天，终于打算把有理的事跟罗汉摊开来说清楚。他先是提到了罗汉以前那些不光彩的过去，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沉重。可还没等罗汉说话，那贤就急着表态了。他说不管以前怎么样，他只相信现在这个温柔的罗汉，甚至还特意跑去劝有理，让他也来看看罗汉现在的样子。罗汉听完这一大堆表白，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就这。他一边感叹，还以为妹妹终于懂得关心哥哥了，一边又在那儿装作不在意。那贤赶紧安慰他，其实有理一直都很关心你。这两人一个敢说，一个敢听，原本严肃的坦白局，硬是变成了一场温馨的日常。罗汉这人真是阴晴不定，刚才那贤那声呜明明是他自己教的，结果他现在心里嫌弃的不行。那贤还以为自己糊弄过去了，觉得罗汉是因为绝对信任他，才把刚才那些话当成善意的谎言，没打算继续追问。可他显然高兴的太早了。罗汉突然停下脚步，整个人毫无征兆的逼了过来，这距离实在是太近了，近到让人根本没法思考。那贤整个人都僵住了，下意识想让他往后退，可罗汉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罗汉笑着说，你真的很可爱，这谁受得了？那贤整个人彻底乱了阵脚，直接当场暴走。那贤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千万要忍住，别一拳挥到罗汉那张骗子脸上。就在这时，救星总算出现了，朴时雨和有理正朝这边走来。有理关心的问，等很久了吗？结果还没等那贤开口，有理就在旁边阴阳怪气的盯着罗汉，说你身边好像粘了点垃圾，要不要我帮你清理掉？这话一出，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这两人怕是要当场掐起来了。罗汉直接冷脸回怼，你刚才是在说我吗？有理更是半点面子不给，嘲讽说垃圾居然还会说话，这火药味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贤在旁边尴尬的想钻地缝，这还没开始任务呢，内部就要先打起来了。朴时雨深吸一口气，提议大家先去训练场，想赶紧把这尴尬的话题翻篇。结果有理这边又出状况了，那贤刚提醒他肩膀上有东西，他整个人就像踩了电尾巴一样，当场彻底炸毛。看来这支队伍想要消停一会儿，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头顶突然传来一声怪叫，紧接着一个红色的身影像炮弹一样从天而降。秀晶拍拍灰尘站了起来，笑着说，原来大家都在这儿啊。有理一脸嫌弃的问，你怎么会在这儿？秀晶道，是挺自来熟，说自己正愁没人陪他特训，刚好就撞见大家了。不过看有理这表情，显然是一个字都不信。秀晶在那儿拼命自夸，说自己训练起来比谁都狠，让大家千万别小看他。有理在旁边白眼都快翻上天了，心里吐槽，这绝对是弥天大火，这女人摆明了就是想蹭队。本以为那贤会拒绝，谁知道他为了顾全大局，竟然笑着答应让秀晶入伙。更离谱的是，连一向冷淡的朴时雨也点头了，觉得多一个帮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罗汉在旁边看戏看得正起劲，还不忘损朴时雨两句，说你自己不也是强行闯进来的吗？他看着这群心思各异的人，心里冷笑，这出戏真是越来越精彩了。罗汉冷冰冰地甩出一句，你叫什么名字？没想到秀晶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笑嘻嘻地贴了上去，说自己早就记住罗汉了，以后一定要好好相处。这哪是打招呼啊，简直就是贴脸开大。秀晶整个人都快挂在罗汉身上了，还非要人家叫他小秀晶。旁边的那贤和有理都看傻了，那贤心里直犯嘀咕，不愧是女主角候选人，这进攻性也太强了吧。就在这时，秀晶一个犀利的眼神扫过来，那贤瞬间感觉到自己这是被当成情敌盯上了。他本想也冲上去争一争，但一想到家里的弟弟们，还是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眼看罗汉被缠得没法脱身，那贤只能硬着头皮开口说，罗汉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试图把这尴尬的局面给解开。朴时雨终于看不下去了，提醒秀晶收敛一点，别让大家觉得他入队动机不纯。那贤感叹，关键时刻还是朴时雨靠得住。结果秀晶根本没当回事，反而一脸无辜的向那贤道歉。谁知道他下一秒就语出惊人，直接问那贤，你是不是正在和罗汉交往？这话一出，全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罗汉和那贤整个人都僵住了。还没等当事人解释，旁边的有理彻底炸了，眼神里全是杀气，咬牙切齿的问，到底是谁在交往？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有理的怒火直接把现场给点燃了。那贤看着这一地鸡毛，只觉得这一天过得实在是太漫长了。闹剧结束，大家终于来到了训练场。朴时雨熟练地操作着控制台，提议既然人齐了，就直接开始5人模拟实战。他直接把难度拉满，设定成了城市郊区的爆发型传送门，准备迎接大规模的怪物潮。罗汉觉得这强度有点大，建议先从简单的固定型开始练手，毕竟大家还没什么默契。但朴时雨坚持认为，只有这种高压环境，才能真正锻炼团队的协作能力。他转头看向众人，严肃地问了一句：“你们当中有人进过真正的传送门吗？”这一问，直接把那贤给问懵了。他指着自己，半天没反应过来。那贤还以为朴时雨是在担心他，怕他这个新人跟不上节奏，结果人家心里早就有了一套方案。
他打算带大家去刷固定型传送门。在这个世界里，传送门一共就分2种，一种是爆发型的，必须把怪物巢全部清光才能关闭，虽然刺激，但收益一般；另一种就是固定型，这种门里藏着真正的地下城，不仅稀有，而且奖励丰厚的吓人。最关键的是，这种传送门通常都跟主线剧情挂钩，里面藏着很多珍贵的隐藏碎片。那个已经通关过一次的家伙，显然是想利用自己的经验，把这些宝贝全部收入囊中。今晚的这场行动，看来绝不只是训练那么简单。在这个世界里，真正让人头疼的是爆发型传送门，它们通常出现在高塔附近，一旦开启，就会引发无穷无尽的怪物潮。随着末日剧情的推进，这种危险会像瘟疫一样扩散，而猎人的天职就是要在局面失控前彻底堵住他们。那贤倒是想得开，既然是来训练的，那就要挑最硬的骨头啃，直接模拟爆发型传送门。朴时宇还是有点不放心，特意问他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那贤表面上答应的干脆利落，心里却在疯狂打鼓。他觉得自己现在就是队里的累赘，除了那个当辅助的骗子，就属他这个输出位最没底气。趁着模拟系统还在加载，朴时宇决定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传送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毕竟接下来的战斗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贤心里很清楚，凭他现在的实力，想要在这个精英团队里待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演好女主角这个角色，哪怕心里再没底，表面上也得装得若无其事。就在秀晶兴冲冲的想跟上队伍时，旁边却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尤里冷笑着说：“垃圾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后面。”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罗汉冷冷地回对了一句：“我可没打算跟着你。”这一句话直接把对方的嚣张气焰给压了回去。那贤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看着朴时宇的背影，那贤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个男人身上似乎藏着很多没说出口的秘密。尤里在远处催促，问他为什么还不跟上。那贤赶紧回过神，一边答应着一边小跑过去。可就在离开的一瞬间，他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本以为他会叫住自己说点什么，结果他始终没有回头。这种欲言又止的感觉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复杂了。他到底在想什么？随着系统的一声令下，模拟训练正式开启，原本平静的空间瞬间扭曲，废墟背景加载完成。虽然难度被调到了最低，但这场面可一点都不像在演习。传送门里黑气弥漫，第一波怪物已经按捺不住了，伴随着刺耳的嘶吼，成群的飞行魔兽破空而出，地面上的兽群也开始集结。这虽然只是一场模拟，但如果不小心，代价同样会非常惨重。罗汉在暗处观察着一切，虽然这只是场模拟演习，但那贤的表现确实让人意外。面对空中的怪物，他竟然能做到一枪贯穿核心。这种稳准狠的镜头完全不像是个新手，看来这次训练比预想中要有趣的多。罗汉立刻下达指令，让全员进入战斗阵型。低级传送门已经在市区中心开启，真正的实战感扑面而来。秀晶早就按捺不住了，欢快地叫着冲向敌群。战场位置瞬间锁定，3点钟方向交给尤里，11点钟方向由朴时宇负责。面对这种突击型怪物，必须有人正面硬碰硬。罗汉要求立刻摧毁目标，并迅速撤离冲击波范围，这不仅是力量的较量，更是对反应速度的极限考验。尤里低声回了一句，语气里满是不屑。这种级别的对手，他根本没放在眼里。锁定目标地瞬间，他整个人化作一道火光，重拳狠狠砸向地面，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火焰在怪物脚下彻底炸开了花。这一击下去，恐怕连废墟都要被烧成灰烬。尤里这一记火焰重拳，直接跟怪物来了个硬碰硬，狂暴的火光瞬间炸裂，伴随着一阵凄厉的惨叫，庞大的身躯轰然到地，整个地面都跟着剧烈晃动，激起的尘土几乎遮住了视线。虽然这一波攻势被化解，但他很清楚，这仅仅是个开始。罗汉看着眼前的战况，忍不住感叹：这姑娘打起架来可真够猛的，完全就是压制性的破坏力。战术指令紧接着下达，轮到法师出场了，要求利用风系魔法把那些乱飞的怪物全部聚在一起。秀晶俏皮的应了一声，手里的动作却一点不慢，绿色的锋刃瞬间在空中交织成网，精准的锁定了所有目标。刚才还嚣张的飞行怪物，现在全成了网里的鱼。随着秀晶轻松宣布任务完成，这一波攻势被他彻底化解了。就在这关键时刻，狙击手内贤终于出手了，强化技能瞬间开启，枪口已经死死锁定了目标。战场上的冲击波还没散去，秀晶被这股力量震得连连后退，局面看起来一度陷入混乱，所有人都在咬牙硬撑。朴时宇看着眼前的乱局，反而露出了那种游刃有余的微笑。他低声评价了一句，说这帮人的表现竟然比他预想的还要出色，看来这场战斗的走向全在他的掌控之中。秀晶负责大范围控场，尤里负责正面爆发，再加上奈贤在远处的精准补刀，这3个人的配合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罗汉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团队的默契确实没得挑。但最让他感到离谱的还是那个男人，朴时宇根本没按常理出牌，他一个人展现出的战斗力简直顶得上4个人的活，那动作快到让人根本看不清。这种统治级的表现让罗汉都忍不住感叹，这家伙到底还藏了多少底牌？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被他掌控了，接下来的战斗恐怕只会变成他一个人的表演秀。看着朴时宇在场上横扫的样子，罗汉忍不住感叹，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怪物，战斗力强的让人头皮发凉。他在心里盘算着，只要那贤能继续保持这种成长，这个团队的配置以后恐怕没人能拦得住。秀晶这时候兴奋地跑了过来，说照这个速度打下去，咱们是不是要破纪录了？罗汉笑着回了一句，说这都是因为指挥得当，大家配合得好，
罗汉看着眼前的局势，提醒大家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毕竟第一阶段还没彻底结束，这种规模的怪物潮通常得好几个小队联手才能搞定。虽然目前进展的还算顺利，但他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刚下令让大家准备迎接下一波，那贤也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可就在这一秒，意外突然发生了，一只怪物竟然硬生生冲破了防线。秀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那东西速度极快，正奔着后方的那贤直冲过去。作为狙击手的那贤，一旦被这种怪物近身，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坏了，那贤的攻击竟然在这个时候落空了。谁能想到他的魔力竟然已经彻底枯竭？罗汉这才反应过来，是自己算错了他的极限。这种高强度的连续射击对他的负担实在太大了。眼看怪物就要扑到内贤身上，罗汉急着想叫尤里支援，结果回头一看，尤里那边也被死死缠住，根本腾不出手。就在怪物要扑向内贤的千钧一发，罗汉及时赶到，他用那杆紫色旗帜硬生生拦下了怪物的冲击，局面瞬间被稳住了。但这还没完，朴时宇已经握紧了剑柄，准备彻底终结这场混乱。随着一道寒光闪过，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第一阶段正式结束。尤里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秀晶也在担心内贤还能不能撑住。可罗汉连头都没回，语气冷得让人发毛。既然奈贤已经失去战斗力，那就直接从阵型里踢出去。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只能靠剩下的3个人硬抗了。朴时宇负责在前面拉满仇恨，秀晶和尤里在后方支援。第二阶段的阵型已经摆好了，奈贤还想坚持一下，结果罗汉头都没回，直接一句话把他定在原地。既然法力值已经耗尽，现在的你根本毫无用处，老老实实待着吧。随着第二阶段正式加载，真正的麻烦才刚要开始。尤里负责正面压制，朴时宇找准机会直接收割，这套配合看起来天衣无缝。但罗汉在场外看得清清楚楚，少了内贤的远程火力，剩下的3个人压力实在太大了。阵型一旦出现缺口，崩溃就在一瞬间。坏了，侧翼竟然漏掉了一只怪物，这下秀晶危险了。罗汉冷哼了一声，在他看来，这种局面根本不可能通关。果然，第二阶段还是以失败告终。秀晶还在那没心没肺的感叹，说就差那么一点点。尤里这下彻底火了，直接指责秀晶乱带节奏，才害得那贤被判定死亡。那贤低着头，全是自责，觉得是自己拖了大家的后腿。好在尤里赶紧安慰他，要不是有你在前面顶着，大家根本撑不到现在。秀晶凑到罗汉身边，调侃内贤那单纯的性格，简直就是个最好用的工具。罗汉只是笑了笑，没说话，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女孩身上藏着巨大的秘密。按照正常的逻辑，她的法力值早就该见底了，可她竟然一直撑到了现在，这已经不是天赋的问题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奇迹。罗汉终于看出了端倪，那贤的技能虽然强，但连续射击竟然没让他虚脱，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的基础准度本身就高得离谱，所以系统修正几乎不消耗法力。这种级别的天才为什么没在主线剧情里出现过？难道是一个被废弃的角色？不管怎么说，这回是真的捡到宝了。罗汉嘴角微微上扬，看来今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秀晶刚喊了一声前辈，罗汉就直接抛出了诱饵，问他想不想去挑战真正的传送门。那贤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这家伙肯定又在打什么算盘，而且绝对要把自己也给拽下水。比起这个，那贤现在更担心另一件事。他偷偷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这数值简直没眼看，比他预想的还要垃圾。这下麻烦了，这种状态去刷真副本，真的不会出事吗？那贤还在为刚才的失误自责，觉得没有法力加持的子弹根本就是在给怪物抓痒。就在他最沮丧的时候，朴时宇突然蹲在他面前，语气温柔的让人意外。他说实战中总会有意外，练习就是为了犯错，甚至还夸他已经做得够好了。这一番话让原本垂头丧气的内贤彻底不知道该怎么接词了。朴时宇和尤里围着内贤，一个劲的夸他技能没问题，还说明天等级升上去就好了。那贤表面上受宠若惊，心里却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原本只是想演个戏维持人设，没想到大家居然这么当真。罗汉在旁边看着这一幕，感叹这群孩子真是善良，不像自己满脑子只想着怎么压榨劳动力。不过虽然内贤嘴上说是在演戏，但听到那些否定自己的话，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是滋味。那贤终于想通了，只要今晚能顺利通关，等级和法力都不是问题。他这干劲一上来，连尤里都被感染了，嚷嚷着现在就出发。结果天刚一黑，那贤就换上了夜行衣，动作利索的翻进了草丛。大半夜的，那贤竟然一个人溜了出来。看着熟练的动作，学院的宵禁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摆设。他一边跑一边嘀咕，难怪原著里那帮主角天天晚上到处乱晃都没人管。不过今晚可不是出来玩的。他想起罗汉之前的交代，今晚的传送门突袭行动，秀晶也会加入。那贤有点担心的问，让秀晶也去，真的没问题吗？罗汉倒是很淡定，既然契约都签了，那就只能看他的表现了。那贤本来还在担心别人，结果走着走着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搞了半天真正的拖油瓶竟然是自己。罗汉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安慰说，这次行动你才是关键人物。那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不把事情搞砸就不错了。罗汉没多解释，只是轻轻摸了摸他的头，让他放宽心。结果回到现实，那贤想起这一幕，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种时候怎么偏偏想起这种肉麻的事？那贤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因为系统只能看到自己出场的片段，他竟然错过了不少关键剧情。原来在训练室的时候，罗汉那家伙就已经私下找过秀晶了。
看着画面里秀晶一口一个前辈叫的那叫一个甜，还忽悠人家去什么真正的传送门，那贤一眼就看穿了，这绝对是拿什么秘密当诱饵，把单纯的秀晶给钓上钩了。他顺手翻了翻评论区，结果网友们全在笑话他，说他被罗汉摸个头就找不着北了。那嫌弃的咬牙切齿，早晚要把那家伙的手腕给追断。不过比起生气，更让他无语的还在后面。他翻到了秀晶第一次登场的画面，那场面尴尬的让人恨不得替他原地消失。那贤越看越觉得离谱，在罗汉那个家伙的日记里，自己竟然被描写成了一个整天只会黏着他的跟屁虫，他气得差点把面板给砸了。自己什么时候表现的那么没出息过？更离谱的还在后面，评论区那帮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竟然开始磕起了他和尤里的 CP。看着画面里尤里从背后抱着自己的亲密样子，那贤整个人都傻了。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随着更多重要角色登场，读者的注意力肯定会被分散。如果自己的戏份被评分，那接下来的计划恐怕就要出大问题了。那贤心里很清楚，随着其他女主角陆续登场，自己的出场机会肯定会变少，再不想办法赚点数就晚了。既然大家都觉得他有天赋，那干脆换个思路，把自己从倒贴的跟屁虫包装成深藏不露的隐藏王牌。就在这时，秀晶和罗汉已经等在前面了，两人面前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传送门。秀晶一脸崇拜的打听情报来源，罗汉却只是神秘一笑，说是商业机密。看着眼前发光的入口，秀晶兴奋的想直接冲进去大干一场，结果被罗汉一盆冷水泼了回来。直接硬闯也太蠢了，真正的计划可比这要复杂的多。罗汉接下来的这个计划听起来简直像是在作弊，他打算直接在传送门入口开刷。那贤听得一愣一愣的，在门口打那怪要是冲出来怎么办？罗汉淡定的解释，这地方的机制有个漏洞，里面的怪物根本没法离开传送门，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随时进去砍一刀，然后再毫发无伤的退出来。这哪是战斗啊，这分明是单方面的降维打击。罗汉把任务分得很明确，他和秀晶负责进门引怪，而那贤只需要守在门外，等怪被引到门口，那贤就负责远程狙击，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部点名。这种卡 bug 一样的无赖战术真的能行吗？罗汉直接摊牌了，他告诉那贤，你就是今晚行动的核心。为了让他能毫无顾忌的输出，他竟然掏出一堆高级药剂，让他今晚彻底实现法力自由。那贤还是有点担心，毕竟怎么把怪引出来才是大问题。结果罗汉早就留了后手，他看着眼前躁动的传送门，表现得胸有成竹。既然一切都准备就绪，真正的狩猎就要开始了。罗汉最后拿出的这个绿瓶子才是今晚的重头戏，为了弄到这个宝贝，他可是下了不少血本。秀晶是真能处，说送一程就真送一程，直接开大招把罗汉卷到了半空，这速度快得离谱。罗汉感觉自己脖子都快被甩断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人已经掉进了怪物堆里。看着周围这群张牙舞爪的小怪，罗汉反而笑了起来，这哪是危险啊，这分明是主动送上门的经验值。看来这些家伙根本抵挡不住诱惑。罗汉不紧不慢地拿出那个绿瓶子，这可是顶级杀虫的核心，只要这玩意儿一亮出来，这群怪就彻底疯了。接下来就是收割时间，诱饵已经生效，罗汉立刻下令让秀晶把地底下的怪物全引出来。秀晶这身手真不是盖的，几道锋刃甩过去，直接把怪物成群结队的往门口赶。这些怪物还以为找到了出口，一个个拼了命地往前冲，殊不知门外等待他们的是真正的死神。罗汉在门内冷静观察，现在万事俱备，就看外面的那贤能不能接住了。那贤早已架好了狙击枪，眼神里全是专注，今晚的 MVP 他拿定了。随着一声枪响，这场单方面的狩猎正式进入高潮。那贤现在一边开火，一边在心里把罗汉骂了100遍，说好的只是支援，结果这工作量简直是要命。他一边扣动扳机一边吐槽，罗汉这家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因为不是他自己动手，就拼命把人当工具使唤，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出去，小怪确实轻了不少，但那贤的体力也快到极限了。可还没等他喘口气，传送门里突然传出一声巨响，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猛地冲了出来。那贤直接愣在原地，这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铁丝网后面全是惨叫声，那些幸存者拼了命地求救，可等来的不是救援，而是冰冷的枪口。守卫的命令简直丧心病狂，既然分不清谁是怪物，那就把所有人全部杀掉，一个都不留。那贤彻底看傻了，他从没想过这场战斗会变得这么丑陋。眼前的惨剧让他根本无法思考，但现实根本不给他停下的机会。传送门里的怪物已经冲到了脸上，他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架起狙击枪，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怪物身上。这已经不是在救人了，而是在地狱里挣扎。刚才那种压抑的感觉，让那贤心里总觉得毛毛的，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结果一转头，罗汉和秀晶已经平安回来了。看罗汉那副淡定的样子，刚才的担心显然是多余了。秀晶还是那么俏皮，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这场危机总算是过去了。那贤还没来得及抱怨，突然发现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他的属性和技能竟然全都飙升了。刚才还在地狱边缘挣扎，现在直接原地起飞，这波经验值拿的简直太爽了。看着自己华丽的属性面板，那贤笑的嘴都合不拢，这下谁还敢说他是工具人？看着这华丽的属性面板，罗汉整个人都定住了，这可是他砸下血本才堆出来的顶级数据。曾经那个弱不禁风的小菜鸟，现在已经脱胎换骨，成了能独当一面的正式猎人。罗汉关心地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先休息一下？那贤赶紧摇头，表示自己现在状态好得不得了。
既然实力已经到位，那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两人决定直接杀进副本，满地的战利品还没来得及收，秀晶就大声提醒内贤，是不是已经觉醒了背包技能？那贤整个人都懵了，这事儿连他自己都刚发现，怎么别人一眼就看穿了？罗汉在一旁故作神秘，说自己能看透所有人的属性，结果下一秒就破功，直言只要到了2级，谁都能开启储物空间。他说普通人的背包只能装点0碎，而他的背包已经升到了满级，容量大到能装下一座仓库。那贤表面上在感叹，心里却忍不住吐槽，把所有点数都加在背包上，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顶级废柴加点方式吗？罗汉不愧是天生的领袖，连怪物的尸体都不打算放过。他提议先把这些战利品存进背包，等卖了钱再跟大家平分。那贤自然没意见，立刻开始动手清理战场，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清理完外围的杂鱼，罗汉转头拜托秀晶学姐，让她负责接下来的侦查工作。秀晶爽快地答应了。就在几个人准备进入副本时，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这动静明显不对劲，看来副本里的大家伙已经等不及要打个招呼了。还没等那贤站稳脚跟，脚下的地面就开始剧烈晃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心里瞬间拉响了警报，这剧情走向完全不对劲。在原本的小说里，这里明明应该是直接拿奖励的，怎么现在反而触发了机关？看着罗汉那副淡定的样子，那贤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家伙果然是个大骗子，肯定又偷偷改了什么关键设定。还没等他想明白，四周的景象就开始扭曲重组，一个冰冷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真正的试炼已经开启。谁也没想到，原本以为的终点竟然只是噩梦的开始。罗汉那套自以为是的计划精准踩中了秀晶学姐的雷点，看着秀晶那副要吃人的样子，那贤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喘，心里默默给罗汉点了个炮。罗汉居然还想开口解释，说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秀晶一把掐住了脖子。这下场面彻底失控了，刚才还运筹帷幄的领袖，现在只能在学姐手里拼命挣扎。看来在绝对的武力面前，再天才的计划也得先保住命再说。罗汉终于摊牌了，他承认自己费尽心思把秀晶拽进来，就是为了他背后的血脉和秘密。这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样子，让旁边的那贤直呼遇到了疯子。秀晶显然已经忍到了极限，手里的魔法随时准备把罗汉送走。可罗汉非但不害怕，反而冷笑着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现在谁也别想离开这个副本。那贤还在一旁拼命劝架，觉得大家应该先出去整顿一下。可他哪里知道，罗汉早就把后路给断了。看着秀晶那副要杀人的眼神，罗汉慢悠悠地抛出了最后的底牌，他直截了当地威胁秀晶，如果现在杀了他，那贤也会跟着一起陪葬。这下局面彻底僵住了。罗汉不仅算准了副本的规则，连同伴的命都成了他博弈的筹码。这个男人远比想象中还要疯狂。罗汉终于摊牌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副本，而是专门为兽人准备的试炼场。他把秀晶带到这，就是为了觉醒他体内的血脉。秀晶气得直接动手，质问他为什么要一直隐瞒真相。这种被当成棋子的感觉让他彻底爆发了。可罗汉即便被掐着脖子，语气还是那么淡定。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秀晶，想活命就要听他的，因为只有他知道怎么通关。那贤在旁边急得不行，生怕这两人还没见到 BOSS 就先把自己人给交代了。就在这时，试炼场的大门缓缓开启，罗汉带着两人踏入迷宫。他淡定地宣布，只要跨过这道门，真正的考验就开始了。那贤本来还一头雾水，结果罗汉直接亮出了新技能视野共享。这下内贤看到的画面，罗汉全都能同步接收。那贤这才反应过来，合着罗汉把他带进来，就是为了拿他当人形监控器，利用他的千里眼来开全图挂。更离谱的是，墙上那些谁也看不懂的兽人文字，罗汉居然一眼就能读懂，哪里有陷阱，哪里是生路，他心里清清楚楚。看着罗汉熟练带路的样子，那贤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家伙上辈子怕不是把时间都花在打游戏上了吧。看着眼前的秀晶，那贤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毕竟对方的气场实在太强，总觉得像是在面对某位高冷上司。最后他试探着喊了一声前辈，秀晶倒是表现得很随和，完全不在意这些琐碎的礼节。他反而凑近那贤，小声问是不是也觉得罗汉刚才太过分了。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秀晶直接拍着胸脯保证，以后一定会找机会帮那贤教训罗汉，甚至连有理也会一起加入。这架势是要组建一个反罗汉联盟。单纯的那贤哪见过这阵仗，反倒开始担心秀晶会因为这事惹麻烦，还不停地安慰对方不要太往心里去。看着那贤这副天真的样子，秀晶忍不住发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声。看来这个小团队的内部关系远比表面上要精彩得多。秀晶被那贤的关心逗笑了，她觉得这小姑娘实在太单纯，忍不住上手捏了捏她的脸，笑着说以后咱们就是好姐妹了。那贤被捏的话都说不清楚，只能连声答应，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气氛终于没那么紧张了。就在这时，三人穿过长廊，前方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大厅。那贤好奇地问罗汉，这里难道就是迷宫的出口？罗汉看着眼前的景象，语气里透着一丝掌控全局的自信。他告诉两人，这里不仅是出口，更是存放最终奖励的地方。罗汉看着眼前的祭坛，还有点不敢相信，这宝贝居然指名道姓要让他来拿。秀晶可没耐心磨叽，直接走上前，一把抓起了那把造型诡异的钥匙。那贤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这可是小说里的核心道具，一旦现世，整个世界的走向都要变了。结果刚拿到钥匙，罗汉老毛病又犯了，在那儿捂着脸，笑得像个中二少年。
秀晶根本不惯着他，随手一扔，直接砸得他当场破功。那贤赶紧把钥匙捡起来，递给了一脸尴尬的罗汉。副本总算是有惊无险的打完了，出口就在眼前。罗汉正打算跟大家客套两句，挥挥手说声下次再见，谁知道秀晶突然翻脸，一把死死揪住了他的衣领，眼神里全是杀气。他冷笑着提醒罗汉，刚才在副本里故意挑衅的事，现在可还没完呢。既然已经出来了，他可没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他。罗汉凑到秀晶耳边，不知道低声开了什么条件，直接把刚才还火冒三丈的秀晶给说愣了。他笑得像只狐狸，问秀晶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提议。结果秀晶沉默了半天，居然点头答应了。那贤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罗汉这家伙居然还开了隔音结界，一个字都没让他听见。正试谈完，罗汉优雅的挥手告别，把剩下的烂摊子全揽到了自己身上。秀晶没好气的让他赶紧消失。那贤现在什么都不想管，只想赶紧回家躺平。那贤这下彻底出名了，刚回学校就被同学们围个水泄不通，大家都把他当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好不容易挤出来见到罗汉，这家伙居然戴着皇冠坐在宝座上，正心安理得的享受着这种浮夸的待遇。罗汉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次副本宫略立了大功，学校决定不追究他们私自外出的责任了。那贤刚松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高兴，办公室的大门就被猛地撞开了，尤里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尤里这回是真炸了，推开门就指着罗汉的鼻子破口大骂，让他这个垃圾哥哥赶紧滚出来受死。罗汉居然还想在那儿摆谱耍帅，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尤里一记重拳直接 KO。尤里一边疯狂输出，一边质问他怎么敢大半夜带那贤去冒险。罗汉那点微弱的辩解，瞬间就被愤怒的咆哮给淹没了。那贤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甚至想让尤里再多打一会儿，但为了维持自己的人设，还是象征性的劝了两句。结果尤里上一秒还在暴走，下一秒转头看向那贤时，眼神温柔的简直能滴出水来。这双标现场也是没谁了。尤里一边踩着地上的罗汉，一边紧张地检查那贤有没有吃亏，甚至后悔没早点把那贤带回自己宿舍。那贤赶紧替罗汉说了几句好话，还搬出校规来当挡箭牌。结果尤里突然一脸严肃地道起歉来，眼看气氛要变沉重，那贤直接发动了小狗攻势，委屈巴巴地解释自己早就跟罗汉签了契约。面对这种级别的可爱暴击，尤里瞬间就缴械投降了。反正不管发生了什么，肯定全都是罗汉那个骗子的错。尤里紧紧抱住那贤，只要看到那贤平平安安的，他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能放下了。可以转头看向罗汉，他的火气蹭的一下又上来了，对着地上的罗汉就是一顿疯狂输出。那贤在一旁默默观察，发现尤里这次居然没用技能，看来这两人的关系确实比以前稍微进步了那么一点点。不过尤里显然还没打算收手，他只褶罗汉的鼻子大骂，说他这辈子就只会利用别人，最后甚至还嫌弃的让那贤躲远点，生怕罗汉身上的脏东西会不小心蹭到那贤的制服上。这嫌弃的眼神真是绝了。学院的生活总算回归了正轨，老师一上来就宣布这次期中考试要搞实战测试，让大家把学到的东西都用上。罗汉这家伙还是老样子，在课堂上打瞌睡被粉笔精准爆头，居然还敢嘴硬说自己没睡，结果被老师当众拆穿。那贤倒是过得很充实，在早上的实战课上表现出色，还被老师夸奖是学院的双子星，这优等生的光环确实没得说。本以为这一天能平静的过去，谁知道午餐时间又出状况了。秀晶端着餐盘热情的凑过来，想跟那贤一起共进午餐，这下可把旁边的尤里给气坏了。看着秀晶大摇大摆的坐在那贤身边，看着窗外这片平静的景色，谁能想到这个世界马上就要彻底毁灭了。这其实是一部关于拯救世界的小说，而罗汉的真实身份竟然是附身在反派龙套身上的骗子。他打算利用自己掌握的游戏知识去阻止那场恐怖的灾厄之潮。原本他只想安稳的混日子，但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退缩了。就在这时，一个只有读者才能看到的系统出现了。这个神秘的元系统将成为罗汉逆天改命的唯一机会。那贤正坐在书桌前盘算，既然自己知道未来的剧情走向，不如就先留在罗汉这个骗子身边，顺便为接下来的期中实战测试做准备。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罗汉突然走过来提起了分红的事，说之前在地下城里搞到的那些宝贝已经全部处理掉了。那贤本来还没太当回事，结果罗汉随口爆出了一个数字，整整30亿。这笔巨款直接把那贤给听愣了。他有些不敢相信地问罗汉，合同里不是写着这些都归你吗？罗汉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说虽然是他负责处理材料，但该算的账还是得算清楚才行。在原本的小说设定里，罗汉虽然是个名声不咋地的反派，但唯独对自己人那是真的没话说，只要被他认可，他绝对会护短到底。这不，他一开口就问那贤要银行账号，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这30亿的战利品，他打算直接平分，每人到手整整10个亿。10亿啊！这笔钱要是拿到手，孤儿院的孩子们就有救了，能买钢琴，能送他们去想上的学校，甚至能治好康勋的病。最重要的是，老师再也不用为了那点捐款到处低声下气去求人了。罗汉突然问了一句，如果你真有这么多钱，打算怎么花？那贤一下子定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罗汉随手就把钱转了过去，他本以为那贤会拿这笔钱去给自己换个厉害点的武器，结果那贤笑着说他打算把这笔钱全部捐出去。罗汉整个人都听傻了，反复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捐了。在他看来，现在
这种节骨眼上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那贤心里很清楚，罗汉是希望他能多为自己考虑，但这笔钱有更重要的地方要去。那贤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趁现在把话说死，以后罗汉肯定会为了这笔钱没完没了的唠叨他。于是他干脆摊牌了，说自己欠了别人很大的人情，只要赚了大钱，第一件事绝对是先捐出去。表面上他笑得像个阳光美少女，其实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反正自己在罗汉眼里一直就是这种热心肠的人设，只要让他觉得这就是那贤会干出来的事，那这笔钱的去向他就再也不会怀疑了。罗汉最后还是妥协了，既然他这么坚持，他也懒得再多管闲事，反正钱已经给他了，怎么花确实是他的自由。这下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那贤一时间没忍住，情绪直接失控了，这可把对面的罗汉吓坏了。他哪见过这阵仗，整个人手忙脚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那贤一边平复心情，一边真诚地向他道谢，如果没有这笔钱，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尴尬的时候，尤里突然破门而入，看到这一幕，他当场就炸毛了。他指着罗汉的鼻子大骂，问他到底对那贤做了什么。罗汉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尤里还在那不依不饶，觉得罗汉肯定欺负人了。那贤赶紧在一旁拦着，生怕这误会越闹越大。但谁能想到，那贤之所以这么拼命赚钱，其实是因为他早就跟那个神秘人搭上了线。神秘人坐在高处，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他倒想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小鬼到底有什么本事。那贤没有退缩，他直接亮出了底牌，说自己有办法能识别出那个所谓的双子座。神秘人显然来了兴趣，问他想要什么回报。那贤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孤儿院的老师和孩子全部落实公民身份，让他们能在这世道上真正安稳地活下去。那贤不仅要钱，还要给孤儿院买个保险，他要求神秘人必须把所有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神秘人听完笑了笑，觉得这个小姑娘挺有意思，甚至大方地表示可以再额外满足她一个愿望。那贤没有犹豫，他要孤儿院的孩子们这辈子都不要和犯罪组织扯上任何关系。神秘人答应得很干脆，但他最后那句话却让气氛瞬间冷到了冰点。除了你以外，其他所有人都会过上平凡的生活。画面一转，那贤猛地坐了起来，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他记忆里的契约，他用自己的安稳换来了所有人的救赎。那贤从梦中醒来，刚才那些回忆让他很不舒服，但他心里清楚，和黑龙的那场交易是目前唯一的出路，毕竟他手里握着剧本，只要按照计划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至于罗汉那个家伙，现在估计还在头疼怎么收场。那贤随手划开系统界面，打算看看接下来的奖励，结果这一看，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商城里居然刷新出了一个原著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贤发现系统居然更新了一个叫剧情扭转的新功能，这玩意儿看着就不简单。仔细一看，这功能简直逆天了，只要输入文字就能直接改写小说里的现实，这不就是开了上帝视角吗？那贤这下坐不住了，要是能随便改写剧情，那这世界还不是由他说了算。他决定先拿尤里做个实验。他在对话框里飞速输入，想给那贤安排一个顶级豪门千金的隐藏身份，这样以后办事就方便多了。结果屏幕上刷的一下弹出了红色的警告，提示他点数根本不够。这刚燃起来的野心瞬间就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看来想要逆天改命，还得先想办法搞点数才行。那贤翻着系统商城，越看越觉得离谱。治愈康勋的病要1万点，把那贤变成超级强者要500万点，这简直就是在抢钱。最让他崩溃的是，那个能取消期中考试伏击的选项，后面的零多倒数不过来。那贤叹了口气，打算看看自己还剩多少余额。结果这一看，他整个人直接愣住了，点数居然在缩水。明明记得上次看还有130，现在怎么只剩120了？这系统不仅贵，居然还会偷偷扣钱。那贤直接瘫在了床上，这下彻底没招了。要是点数一直这么掉下去，等真正需要救命的时候，他手里就真的1分钱都没了。他盯着屏幕仔细研究，终于发现了问题的关键，这些点数全靠读者的反应和兴趣来维持。看来想要活命，他必须得整点大活了。那贤还在纳闷，是不是系统出了什么故障，或者是这次的剧情读者们不太买账。结果他点开评论区一看，整个人都傻眼了，满屏幕全是读者的吐槽，大家都在骂剧情太离谱，有人觉得捐款的情节莫名其妙，有人吐槽主角的人设崩了，甚至还有人喊着要弃坑，让作者赶紧把主角换掉。读者们对那贤的评价已经跌到了谷底。讲台上，老师正唾沫横飞，讲着那座欲望之塔的历史，说是什么人类文明的转折点。那贤现在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昨天那些差评搞得他头都要炸了，只想趴在桌上当个透明人。结果转头一看，罗汉这家伙居然听得两眼放光，在那儿疯狂记笔记，简直像是在听什么绝世秘籍。老师还在那儿吹嘘，说在首都都能看到塔的雄姿。结果罗汉冷不丁来了一句：“那玩意儿长得真丑。”这一嗓子直接把全班逗乐了。那贤也没忍住笑出了声。这严肃的课堂算是彻底没法继续了。很久以前，这些诡异的长塔突然降临，没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只知道里面藏着数不清的宝贝。为了这些财富，各国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甚至还诞生了一群拥有超能力的觉醒者。就在这时候，天才英雄普世言站了出来，他组建了最强团队，名字就叫救世主。他们一路势如破竹，不管是多凶残的怪物，在他们面前都跟纸糊的一样。所有人都以为彻底征服这些塔只是时间问题。万幸的是，人类和那些亚人居然能交流。虽然刚见面时互相看不太顺眼，但为了闯关拿宝贝，双方还是决定握手言和。那段日子
简直是蜜月期。亚人们甚至走出高塔，搬到人类的街道上一起生活，大家各取所需，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可就在他们打到第666层的时候，局面彻底失控了。一个藏在塔底的秘密被揭开，原本牢固的盟友关系一下子全毁了。原来这座塔根本就是靠人类的欲望在喂养，只要人的贪念一天不消失，这塔就永远没有尽头。原本合作好好的两边，这下彻底闹掰了。亚人们走上街头，疯狂抗议，要求人类立刻滚出欲望之塔。矛盾很快就变成了流血冲突，整座城市被打成了废墟。人类一看局面失控，干脆用巨大的锁链把塔给封死了。本以为日子能消停点，结果几十年后，天空中突然裂开了无数大口子，那种爆发型的传送门让世界再次乱了套。那贤坐在教室里，一边记笔记一边犯愁，这就是他现在待的这个世界，一个随时都会崩塌的烂摊子。老师在台上唾沫横飞，说这塔之所以叫欲望之塔，就是因为前人贪得无厌，才给后辈留下了这么大个烂摊子。那贤坐在下面听得头大，明明是那些英雄们闯的祸，结果现在却要他们这些学生来买单。现在的世界已经被那些传送门分成了3块，最核心的危险区基本就是怪物的地盘，中间是缓冲区，而他们现在待的地方虽然暂时叫安全区，但谁也保证不了这种平静还能维持多久。说白了，他们现在拼命训练，就是为了在下一次灾难爆发时能有一线生机。虽然孤儿院现在还在安全区，可一旦那场大灾难真的爆发，那里也会变成一片废墟，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了保住大家，他甚至动了歪心思，打算去跟那个危险的黑灵组织做买卖，哪怕是与虎谋皮，他也顾不上了。不过在那之前，还有个更关键的人必须见一面。他转头看向身边的罗汉，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这个叫神域的家伙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不仅创造了这场游戏，甚至连那贤的灵魂都是被他从另一个世界拽过来的。在原本的小说里，他一直躲在暗处给罗汉指路，可因为身份太神秘，剧情又拖沓，气得读者们纷纷弃坑大骂。那闲看着那些差评，心里凉了大半截。昨天他一时冲动，结果被系统判定成了降智剧情，点数直接被扣了个精光。他现在后悔的想撞墙，明明该冷静处理，结果却把局面搞得一团糟。要是名声挽不回来，孤儿院的那些孩子该怎么办？看来在翻身之前，绝对不能再提孤儿院的事了。他必须得想个法子，把这稀碎的人设给力回来。虽然理智告诉内贤，这是目前唯一的生路，可真要落笔的时候，心里还是堵得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纠结的时候，必须得想办法多露脸，把掉下去的名声和点数全赚回来。为了孤儿院的那些家人，他可以豁出一切。至于他自己到底怎么想的，在这个世界里一点都不重要。没错，只要演好这个角色就行了，绝对不能再出那种让读者看着憋屈的详制剧情。他换上一副完美的笑脸，既然大家想看，那他就演个够。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关，系统提示音响起的瞬间，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能不能活下去就看这一波了。尤里直接冲在最前面，手里的火焰魔法烧红了半边天。那只怪物显然也被激怒了，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反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罗汉稳稳守住了后方，真正的杀招其实在后面。那贤已经架好了狙击枪，准心死死锁定了怪物的要害。这一枪下去，所有的恩怨都要有个了断了，胜负就在这一秒。战斗总算结束了，尤里兴奋地抱住内贤，直夸他刚才那一枪配合得太绝了，甚至断言他以后绝对会成为大名鼎鼎的顶级猎人。不过大家心里都有个疙瘩，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前辈，到最后也没露面。罗汉觉得他肯定是因为那个骗子的事，正躲在哪儿生闷气呢。眼看大家的蓝条都快空了，罗汉提议先原地休息，那贤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要去给大家买饮料，这才好不容易甩掉热情的尤里。等跑到了没人的地方，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出戏演的实在太累人，再待下去，他真怕自己会当场露馅。维持这种阳光人设，真是比打仗还要累。那贤只想趁着没人，赶紧买瓶饮料透透气。就在他刚要放松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那贤整个人都僵住了，回头一看，居然是朴时雨。这么晚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朴时雨低声说：“我们谈谈吧。”那贤好奇地问：“所以你想聊什么？”朴时雨支支吾吾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种犹豫的样子可真少见。那贤笑着安慰他：“没关系，你只是比较谨慎而已。”可下一秒，朴时雨的眼神突然变了，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他盯着那贤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是说，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那贤开心地分享着：“最近全是好事，不仅魔力提升了，还偷偷攒下了一大笔钱。”朴时雨沉默了一会儿，低声打断了他：“我不是那个意思。既然你不想聊自己的事，我也不会逼你。”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气氛瞬间变了。朴时雨盯着前方说：“我想给你讲一个人的故事，一个我很熟悉的人。”那贤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直觉告诉他，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不简单。朴时雨缓缓开口：“曾经有一位顶尖的领袖，他是所有人的英雄。那时候大家都把最难的任务交给他，而他也从没让人失望过。站在台上接受万众瞩目，英雄在镜头前笑着承诺，会为了大家的期待继续努力。可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悲剧的开始。一个足以让世界崩塌的真相突然被揭开了。原来这座塔竟然是靠人类的欲望在运行。只要人类还有欲望，高塔就永远不会消失。这意味着英雄所做的一切，其实都在伤害这个世界。风评瞬间反转，曾经的赞美变成了谩骂，英雄成了众矢之的。他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余生都活在愧疚里，再也没能走出来。
那贤心里咯噔一下，这段往事在原著里根本没写过，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局面可能要失控了。朴时雨低着头，声音听不出情绪。他说：“奶奶在他面前永远都是一副笑脸，可作为孙子，他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在那张笑脸背后，奶奶一直藏着一种深不见底的悲伤。这种悲伤，他瞒过了所有人，却瞒不过最亲近的孩子。”话音落下，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谁也没有再开口。朴时雨握紧手中的瓶子，他说自己看这种表情看太久了，那些想哭却强撑着笑的人，他一眼就能认出来。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努力，总有些事是没法控制的。他看着那贤说：“别太自责了，其实偶尔找朋友帮帮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句话一出，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两人都不自觉地避开了视线。那贤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确实太焦虑了，其实也就丢了10分而已。他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发现点数已经涨了回来，看来最难的一关总算是熬过去了。那贤终于想通了，他说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如果这样还是失败，那他也问心无愧。他转过头笑着说：“谢谢你刚才安慰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挺招人喜欢的。”这下轮到朴时雨接不住话了。那贤乘胜追击，说他特意过来找自己谈心，其实心里一直很担心吧。朴时雨沉默了一会儿，语气变得很认真。他说：“既然大家是朋友，以后有什么事随时都可以来找他。”听到这句话，那贤笑得更灿烂了，两人的关系似乎在这一刻彻底破冰了。朴时雨点点头，说：“别让大家等久了。”他还主动拿过饮料。那贤笑着夸他，说：“时雨你人还真好。”可等他们赶到地方，眼前的景象让两人的笑容瞬间僵住，旗帜散落在地，罗汉竟然昏迷不醒，而秀晶正大摇大摆地坐在罗汉身上打招呼。那贤简直不敢相信，刚才还好好的学长，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这副样子？有理从背后抱住那贤，他说：“这种垃圾根本不用担心。”秀晶也在旁边笑嘻嘻的搭腔，说只是给了他一点小教训。那贤整个人都懵了，他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真的在履行之前的承诺，在神殿里就把人给办了。看折倒在地上求救的罗汉，那贤急得大喊：“他这鼻血流的也太多了！”场面瞬间乱成一团。可画面一转，那贤正穿着睡衣，冷静地盯着屏幕里的剧情，他在盘算那30亿金币的分成。按照罗汉的计划，只要把这笔巨款分给那贤，就能让他心甘情愿地去提升实力，还能顺便收割一波好感。可评论区的留言却让他皱起眉头，大家都在吐槽那贤太感情用事，这接下来的剧情走向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那贤发现自己心态稳得不行，看着那些评论，心里竟然一点波澜都没有。他突然想起朴时雨说过，偶尔找朋友帮忙也没关系。那贤躺在床上傻笑，觉得自己肯定是被他带跑偏了。可校园里却一点都不清静，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这帮人肯定又在搞什么名堂。只见罗汉拿着个大喇叭，扯着嗓子在那喊：“新社团招人了！”为了把人招齐，他甚至拿出了昂贵的道具。罗汉拿着喇叭大喊：“只要现在加入社团，桌上这些宝贝全都白送！”那贤在旁边拼命鼓掌造势，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围观的学生都看傻了，谁家招新赊得下这种血本，连冰属性的稀有道具都往外拿？可谁也没注意到，远处有一位银发少女正盯着这边的动静，显然她已经被这大手笔给吸引了。罗汉这下动静闹得可不小，拿着扩音器在学院里大肆招新，非要搞什么寻宝社团。一旁的那贤表面在卖力配合，心里却早就看穿了一切，这哪是去寻宝啊，分明是想把原著里的女主角们全都收进自己的后宫。就在两人演得正起劲的时候，真正的麻烦找上门了。有理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看这架势，罗汉今天怕是没好果子吃了。有理上来就是一记飞踢，质问罗汉到底想对那贤干什么。可怜的罗汉话都没说完，就先挨了一顿胖揍。那贤赶紧出来打圆场，解释说这只是在招募社员，而且自己已经决定加入了。有理表面上还在犹豫，其实心里早就动摇了。那贤一眼就看穿了真相，原著里那个高冷的千金大小姐，其实只是个想交朋友的傲娇鬼。结果有理找了个借口，说为了监视罗汉也要加入。罗汉刚想吐槽2句，又被当场镇压。看来这个寻宝社团以后是没法消停了。谁能想到罗汉的社团竟然火了，门口排队面试的人一眼望不到头，大家都以为这是个翻身的好机会。结果罗汉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通通拒绝，理由更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长得太凶的说是感觉不对，以前吐槽过他的直接被记黑名单，甚至连对有理有想法的也被他当场抓包踢了出去。这哪是在招募社员啊，分明是在公报私仇。照他这么个筛法，最后到底谁能留下来？罗汉在面试现场主打一个任性，不管来的是谁通通拒绝。那贤在一旁看得明明白白，这家伙就是想把不相干的人全踢走，只留下他真正想要的目标。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自带花瓣特效的秀晶闪亮登场。这下连罗汉和那贤都看傻了，这位有着兽耳的顶级天才，按理说根本不该出现在这种小社团，他到底在想什么？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罗汉已经光速盖章通过。看来这个寻宝社团终于迎来了第一位重量级成员。不过看有理这嫌弃的样子，以后的日子恐怕会更热闹了。秀晶刚加入社团，就迫不及待地反客为主，甚至帮罗汉主持起了面试。看他这兴奋劲，简直比社长还要积极。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整个房间的空气仿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那贤定睛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标志性的银色长发，还有那双透着寒意的蓝色眼睛，
没错，来的人正是哈娜，那位传闻中高冷清绝的冰之女皇，她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这下寻宝社团的含金量真的要彻底爆表了。看着眼前的银发少女，那贤心里暗暗感叹，这清冷的气场简直和小说里描述的一模一样。还没等哈娜开口自我介绍，罗汉就已经彻底坐不住了，他直接跳起来大喊录取，甚至夸张到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变脸的速度让一旁的内贤看得直翻白眼。刚才面试别人的时候可没见你这么好说话。更让人意外的是，秀晶竟然和哈娜非常熟络，两人甚至约好了一起回去。面对那贤的质疑，罗汉倒是理直气壮，这种顶级战力主动送上门，傻子才会拒绝吧。罗汉现在简直要笑疯了，他费尽心思搞这场面试，就是为了把哈娜这尊大佛请回来。有了这位顶级狙击手坐镇，以后的路基本可以横着走。可内贤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没人比他更了解哈娜的过去。虽然大家都叫她冰之女皇，但其实她内心比谁都善良。而在那个残酷的世界里，善良往往就是悲剧的开始。就在罗汉还在做美梦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笑声，死死盯着大门口。就在大家以为面试要结束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压轴的大人物。这走路带风的气场让内贤和罗汉都愣住了。来的人竟然是朴诗雨，他可是原作里的顶级天才，按理说应该去最强的剑术社，怎么会跑到这个刚成立的小社团？罗汉这下可捡到大便宜了，他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竖起大拇指宣布录取，生怕这位大佬反悔跑掉。就这样，寻宝社团正式宣告成立。看看这成员名单，除了社长罗汉，剩下的全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这哪是什么普通社团，简直就是一支满级大佬组成的全明星战队。那贤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其实早就打好了算盘。既然社团里全是顶级大佬，那自己只要负责抱紧大腿，安安静静当个背景板就行了。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战斗一打响，场面瞬间就失控了。本以为能带飞全队的主角们，竟然一个比一个不靠谱。看着眼前这只巨大的怪物，那贤整个人都麻了。说好的没存在感呢？说好的混日子呢？结果到头来还得靠他这个狙击手来救场。这哪是来抱大腿的？这分明是来当保姆的吧？要问我为什么又成了主力输出，还得从3小时前那个骗子的所作所为说起。罗汉突然宣布，今天的社团活动是探索传送门，大家全懵了，没许可就敢乱闯。结果这家伙早有准备，直接掏出一叠合同让大家签字，还特意叮嘱内贤，之前的合同太简陋，这次的签个升级版的。那贤本来还没当回事，结果仔细一看条款，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哪是社团活动合同，这分明是把自己彻底卖了呀！有理当场就炸了，这合同怎么看怎么像坑人，谁敢把命交给罗汉这家伙？还好内贤在旁边疯狂打圆场，说罗汉以前办事还算靠谱，这才勉强把这尊大佛给劝住。朴诗雨倒是干脆，二话不说直接带头把字签了。罗汉这下笑得更灿烂了。计划通，既然合同都签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目的地。罗汉神秘兮兮地宣布，今天要带大家去冰之洞穴。那贤在一旁看得透透的，那地方虽然升不了级，但全是冰属性的极品装备，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脸上了。这哪是去探险啊，这分明是罗汉专门给哈娜准备的私人定制刷宝局。朴诗雨还是比较谨慎，直接问罗汉到底有什么计划，毕竟去这种地方不提前准备可是要出大事的。结果罗汉微微一笑，那表情就像在说一切都在哥的掌握之中。他直接甩出一张战术布局图，好家伙，这哥们儿早就把大家安排得明明白白了。那贤负责远程支援，哈娜和秀晶顶在前面，连站位都精确到了厘米级。谁能想到，在这荒郊野岭的深山里，竟然珍藏着一个发光的传送门。秀晶一边感叹，一边也觉得这事儿太邪乎。罗汉到底是从哪搞来的情报？这哥们儿身上秘密实在太多了。就在大家准备出发时，罗汉突然停下了脚步，整个人看起来状态非常不对劲。那贤赶紧上前扶住他，问他是不是撑不住了。罗汉摆摆手，示意大家先进去再说。刚跨进传送门，一股寒气就扑面来。那贤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里面竟然全是由冰构成的。秀晶道是兴奋得很，看着嘴里呼出的白气，大呼小叫。这冰之洞穴确实名不虚传，刚进来没多久，大家就被冻得够呛。罗汉这哥们儿甚至还打了个大喷嚏，可还没等大家缓过劲来，前面的冰层突然开始剧烈晃动，一个巨大的冰霜魔像直接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罗汉前一秒还在揉鼻子，后一秒眼神立刻就变了，他大喊一声准备战斗，所有人瞬间进入临战状态。那贤握紧了手里的狙击枪，罗汉挥舞着旗帜站在中心，问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的位置。这群顶尖天才竟然真的要听一个骗子的指挥了。尤里第一个冲了上去，浑身燃起剧烈的火焰，他还不忘回对罗汉一句，让他管好自己就行。朴诗雨紧随其后，一言不发地挡在最前面。这两个顶尖战力直接把怪物的攻势给按住了。罗汉在后方冷静指挥，让秀晶赶紧用风系魔法支援。这小猫娘动作也是快，唰的一下，绿色的锋刃就护住了全场。紧接着，罗汉下达了最后的指令，让奈贤进行火力掩护。狙击枪的火舌瞬间喷涌而出，这配合简直绝了！坦克顶住，辅助套盾，狙击手远程收割。这只冰霜怪物怕是撑不了多久了。怪物的核心终于露出来了，罗汉看准时机，大喊一声哈娜的名字，真正的杀招这就要来了。被称为冰之女皇的哈娜连话都没多说一句，直接提着长矛冲了上去，这输出简直离谱，瞬间就把巨大的怪物彻底粉碎。
那贤在旁边都看呆了，这种级别的战斗力简直就是开了挂的存在，战斗结束的比想象中还快。罗汉倒是淡定的很，一边招呼大家收工，一边熟练的把掉落的宝贝全装进兜里。罗汉一边走一边科普说，这种洞穴里小怪不重要，真正值钱的是那些精英怪。这波分析又让他装到了。那贤在旁边听得一脸崇拜，恨不得把专业2个字贴他脸上。只有尤里在后头翻白眼，觉得这哥们儿实在太爱显摆。可说着说着，大家就走到了洞穴的最深处，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一个像小山一样的白色巨兽正散发着恐怖的寒气。罗汉冷静地说，这家伙就是造成极寒的源头，真正的最终 BOSS 现身了。谁能想到这怪物的暴风雪威力居然这么离谱？罗汉顶在最前面，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秀晶一看情况不对，赶紧使出风系魔法想帮忙，结果这下彻底玩砸了。封住雪势，暴风雪的威力瞬间翻了倍，罗汉想拦都来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人被这股恐怖的飓风直接吹飞。这哪是来帮忙的，这分明是给怪物加了攻击 buff， 全员都被吹散了。风雪大的连路都看不清，大家又是第一次配合，场面一度乱成了一锅粥。罗汉心里很清楚，再这么耗下去，全的交代在这。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狙击手那贤自带千里眼技能，他是全场唯一能看清怪物的人，这波反击全看他了。罗汉反应极快，立刻指挥秀晶把那贤送往高处。秀晶二话不说直接动手，那贤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风卷到了半空中。这突如其来的变阵把那贤吓得够呛，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被送上来之后到底该往哪儿打。罗汉突然下达了一个疯狂的命令，让所有人放弃进攻转为防御，全队只干一件事，那就是死命保住那贤。那贤整个人都懵了，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推到了主攻手的位置上。罗汉大喊让他瞄准怪物的核心。现在开火吗？不行，还没到时候。那贤很清楚，只有等着怪物露出死穴才是反击的唯一机会。所有人都在拼命，他必须稳住，直到那个瞬间出现。罗汉大喊，就是现在！随着一声巨响，这头庞然大物终于倒下了。那贤赶紧确认大家的情况，还好谁都没有受伤。刚才那一幕真是吓死人了，要是再晚1秒，后果简直不敢想。罗汉在废墟里发现了什么？那贤凑过去一看，竟然是极其稀有的冰属性装备，这下真的发财了。在离开地下城之前，罗汉把大家叫到了一起，他手里拿着那个稀有的宝贝，这种好东西可遇不可求，但他提议直接把它交给最需要的哈娜，毕竟哈娜的冰属性能力最能发挥这件装备的威力。大家对此完全没意见，那贤他们纷纷点头支持。这种有商有量的氛围才是团队最难得的地方。哈娜轻声向大家道谢，有了这件神装，接下来的战斗可就有底气多了。谁能想到罗汉这次竟然没耍赖，真的把入社奖励拿了出来。尤里一脸不可思议，还以为他要说话不算话呢，结果罗汉一脸无奈，难道他在大家心里就这么不靠谱吗？接着他把属于那贤的那份递了过去，这件装备不仅属性极品，样子也特别精致。那贤表面上乖巧道谢，心里却已经开始打小算盘了，这宝贝要是拿去换钱，那得是多少生活费啊。战斗终于告一段落，大家有说有笑的往回走。虽然地下城结算让人很满意，那贤彻底暴走了，在大街上追着那贤破口大骂，非要让他把宝珠交出来不可。那贤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明明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怎么转眼就变成了全程大追捕？其实大家都被罗汉给忽悠了，他靠着一张嘴说服所有人把好东西都让给了哈娜。等把这帮单纯的家伙都打发走，罗汉才露出了真面目。他从兜里掏出了私藏的宝贝，一颗散发着诡异光芒的狐狸珠，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既然东西到手了，接下来该找谁去发挥它的价值呢？罗汉手里这个烫手山芋必须得赶紧找个人接手才行。他环顾四周，很快就锁定了那个最佳人选。没错，就是性格单纯的那贤。他3两步走上前去，不由分说的把东西塞进他手里。那贤还没反应过来，手里就多了个发着紫光的珠子。他一脸懵地问这是什么，罗汉却只让他先收好。等罗汉走远了，那贤才反应过来自己成了背锅侠，气得在原地直跺脚。这颗狐狸珠简直就是个麻烦。那贤现在只要拿着它，全校的男生就像中邪了一样，排着队跟他表白。其实大家根本不是看上他了，全是冲着这宝贝来的。那嫌弃的当场找罗汉算账，这哪是奖励，分明是诅咒。结果罗汉这甩锅侠居然一脸淡定的说，只要忍过这一周就没事了。这说的是人话吗？那贤还没来得及发火，尤里就风风火火的跑了过来，直接拉起他就去食堂，总算把这尴尬的场面给破了。虽然暂时逃过一劫，但接下来的这一周，那贤恐怕连觉都睡不踏实了。罗汉这个坑货，一看到尤里过来，立马脚底抹油溜的没影了，留下那贤一个人面对这烂摊子。狐狸珠的副作用比想象中还可怕，周围的学生全跟中邪了一样，嘴里念叨着珠子，像丧尸一样把那贤围得水泄不通。尤里虽然想帮忙，但根本挡不住这群疯狂的人，场面眼看就要彻底失控。就在那贤快被拽倒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有力地抓住了他。朴时宇在关键时刻霸气登场，直接把他从人堆里拉了出来。有这位大佬坐镇，这群发疯的学生总算消停了点，但看着这满地的混乱，朴时宇的脸色可不太好看。朴时宇这一出手，直接把那贤从疯狂的人群里拎了出来，说这珠子甚至引来了血书，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个祸害。朴时宇根本不打算讲道理，直接握住剑柄，冷冷地说了一句：“把他毁了。”那贤本来还有点犹豫，毕竟是罗汉给的东西，可朴时宇接下来的那句
你比这破玩意儿重要多了。瞬间让他安全感爆棚。既然大佬都发话了，那贤也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管他什么宝贝不宝贝的，赶紧让这诡异的珠子消失。朴时雨拔剑出鞘，对这狐狸猪就是一记重斩。这下珠子是保不住了，但罗汉要是知道了，估计得当场气疯吧。谁能想到朴时雨这势在必得的一剑，竟然连个印儿都没留下，这破珠子简直硬得离谱。那贤就这样硬生生熬过了1周，每天被这群发疯的学生围追堵截。要不是为了维持人设，他真想把这珠子直接砸在罗汉头上。就在他快要彻底崩溃的时候，罗汉这个正主终于露面了。他掐着点出现在那贤身边，语气轻松的让人想揍他。他不仅没有半点愧疚，还让那贤带着珠子去湖边，说那里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虽然心里有1万个不情愿，但为了摆脱这该死的诅咒，那贤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踏入这未知的陷阱。罗汉这回居然转性了，主动提出要留下来殿后，让内贤赶紧带着珠子撤退。虽然内贤很怀疑他那点战力，但眼看这群疯子越围越多，他也只能选择相信，头也不回的往湖边跑。罗汉一个人挡在路中间，摆出一副一夫当关的架势，冷冷的甩出一句：“想过去先过我这关。”这画面看着确实挺帅，可谁能想到他帅不过3秒，狠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被人群瞬间淹没了。远处的那贤回头一看，差点没当场气晕过去，就知道他那点渣渣战力根本靠不住啊！这群人全跟疯了一样，嘴里念叨着听不懂的话，死盯着那贤手里的东西不放。就在这节骨眼上，尤里和朴时雨总算赶到了，一把火直接把包围圈烧开，局面瞬间反转。那贤赶紧趁乱交代，说罗汉指引他去中央湖泊，现在必须马上动身，一刻都不能耽误。朴时雨带头挡住后方，让他只管往前冲，剩下的烂摊子他们几个留下来解决。眼看这群疯子就要扑上来，那贤这下是真的躲不掉了，人数多到让人头皮发麻，根本没打算放他走。谁能想到关键时刻救兵从天而降，秀晶一把接住了他，这身手简直帅呆了。紧接着哈娜也赶到了，冰之女皇一露面，周围的温度都降了几分，这安全感瞬间拉满。那贤心里总算踏实了，看来探索部的学长学姐关键时刻一个比一个靠谱，除了那个爱坑人的骗子。既然主力部队都到齐了，接下来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杀出重围，护送那贤直奔湖泊。紧赶慢赶，那贤总算来到了湖边，还没等他喘口气，怀里的宝珠突然有了动静。这玩意儿竟然脱离了控制，自己晃晃悠悠的飞向湖心，那贤整个人都看傻了，这跟计划好的完全不一样。紧接着，宝珠在水面上方猛然炸开，紫色的强光瞬间吞没了视线。谁能想到，这颗宝珠竟然在湖面上直接化作了一扇传送门，那贤整个人都愣住了。就在这时，罗汉像幽灵一样神出鬼没，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原来这玩意儿是一个隐藏的道具地下城，名字听着就挺唬人，叫做九尾湖的仓库。门后的世界已经若隐若现，罗汉还在那儿装深沉，一副尽在掌握的样子，可他显然低估了那贤忍耐的极限。罗汉这下也愣住了，他习惯了掌控全局，却忘了人心不是程序，没法永远按部就班。这下那贤是彻底炸毛了，直接当面质问罗汉，既然早就知道有危险，凭什么一直把他蒙在鼓里？那贤虽然平时看着好说话，但不代表他愿意被当猴耍。什么阳光女主角的设定，在那一刻全都不重要了，因为对他来说，这里不是什么游戏或者小说，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他绝不会再任人摆布了。面对那贤的爆发，罗汉终于放下了那副高冷的架势，开始语无伦次的解释，说自己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可这种马后炮的道歉，现在听起来只会让人觉得寒心。那贤直接甩开了他的手，连一个眼神都不想再多给。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尤里冲过来护住了内贤，指着罗汉的鼻子就开始翻旧账，说他这副自私的嘴脸真是一点没变。在罗汉眼里，所有人似乎都只是达成目标第棋子，他口中所谓的慎重考虑，其实根本就没把同伴的命当回事。罗汉还在那儿狡辩，说这一切只是个意外变量，这副推卸责任的态度让尤里听了更想揍他。就连刚才还在打圆场的秀晶，这会儿也突然翻脸了，他冷冷地警告罗汉，没人喜欢被当成工具利用。眼看局面就要失控，罗汉赶紧抛出了关键信息，这扇传送门有个硬性规定，只有拿着宝珠的那贤才能进去。一听那贤又要一个人去冒险，尤里当场就炸了，这不明摆着又是坑人吗？可罗汉却表现得异常淡定，他说里面根本没有怪物，剩下的全都是奖励。这大饼画得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只要在月光下归还这颗宝珠，就能从九尾湖的仓库里随便挑选3件稀世珍宝，这奖励听着就让人流口水。那贤倒是大方，觉得宝珠是罗汉带回来的，想让他来选想要的东西。罗汉刚想点头答应，结果旁边2个同伴直接不干了。尤里和朴时雨那叫一个护犊子，异口同声的把罗汉给吼了回去。在他们看来，那贤才是那个最辛苦的人，好东西必须先紧着他来。罗汉这下也识趣了，赶紧改口说自己只要一样，剩下的全让那贤自己看着办。一直没说话的哈娜突然出手，瞬间就把湖面冻成了冰露。那贤深吸一口气，在众人的注视下，独自走向了那扇未知的传送门。果然没猜错，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九尾湖仓库。放眼望去，全是琳琅满目的宝贝。九尾湖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感谢那贤送回了他孩子的遗物。既然对方主动提出要兑现承诺，允许内贤从这里带走3件宝物，那他自然也不会客气。不过他首先想到的是帮罗汉找那个叫鬼火的东西。九尾狐听了显然有些意外，没想到
这种稀罕物竟然还有人记得。他指了指门口那个蓝色灯笼，说那就是那贤要找的宝贝。谁能想到这种级别的神级道具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挂在门口。第一个任务总算顺利搞定，剩下的2个名额可得好好琢磨了。帮罗汉拿完东西，那贤也该为自己打算一下了。他在琳琅满目地货架间穿梭，目光突然被一个白色的挂饰吸引。九尾狐忍不住夸他眼光毒辣，说这可是他压箱底的宝贝，是用他丈夫的尾巴毛亲手制成的，不仅意义非凡，还拥有驱邪避凶的强大力量。那贤听得一愣一愣的，这么贵重的遗物真的能随便送人吗？九尾狐倒是表现得很豁达，既然答应了让他挑3样，只要他喜欢，那就尽管拿去好了。那贤小心翼翼地收好挂饰，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不过奖励的名额还剩最后一个。那贤从盒子里翻出一把造型奇特的钥匙，上面还散发着幽幽的光芒。他忍不住好奇，这玩意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九尾狐解释说，这东西能提供最顶级的保护，相当于多了一道保命符。那贤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这波奖励拿的真是不亏。可九尾狐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这把钥匙不仅能保命，它还是通往那个神秘之塔的唯一凭证。这件传说中的道具竟然真的被那贤拿到了。罗汉急匆匆地赶过来，显然他也没想到计划会进行的这么顺利。那贤笑着把东西递过去，这可是费了不少劲才到手的，总算没白忙活一场。罗汉嘴上说着辛苦了，手上的动作却一点不慢，生怕这宝贝下一秒就飞了。不过既然东西已经到手，接下来的奖励才是真正让人期待的重头戏。罗汉盯着这把钥匙，显然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谁能想到这玩意儿竟然带着九尾狐的加护？有理这下彻底炸毛了，冲过来对着那贤一顿检查，生怕他在副本里受一点伤，嘴里还不停咒骂那个惹事的混蛋。画面一转到了咖啡厅，之前找麻烦的几个人正忙着跟那贤低头认错，态度倒是挺诚恳。那贤倒是大方，摆摆手说事情都过去1周了，自己早就没放在心上。不过他话锋一转，真正该道歉的人可不是他们。大家聚在一起对答案，那贤看着错题有点垂头丧气，连一向稳重的朴实语都承认这次的题目确实有点超纲。谁能想到成绩单下来后，那贤竟然拿到了89分，这分数比模拟考的时候强多了，简直就是学渣的逆袭。秀晶也在旁边帮腔，只要接下来的实操考试不出错，拿个高排名基本稳了。那贤总算松了一口气，之前还担心成绩太差会被踢出社团，多亏了这帮朋友没日没夜的帮他补习。有理听完直接开启护犊子模式，吐槽学校的考试规则太离谱，甚至想直接去找学院高层理论，这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罗汉倒是淡定得很，顺手接过了服务员送来的玛奇朵。就在大家准备庆祝的时候，有理的眼神却突然变得凌厉起来。有理突然指着罗汉，眼神里全是怀疑，因为这家伙最近实在太反常了，以前只喝苦涩的浓缩咖啡，现在竟然捧着甜腻的玛奇朵，甚至连以前最讨厌的肉食，现在也吃得津津有味。罗汉只能尴尬的打圆场，说自己只是最近想换换口味，觉得甜食和烤肉其实也不错。可有理根本不买账，连战斗用的武器都从短棍换成了旗帜，这种全方位的改变，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诡异。那贤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赶紧出面想当个和事佬，生怕这2个祖宗在店里打起来。结果有理直接把话挑明了，不管怎么变，这家伙骨子里还是那个烂人。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只会让人觉得后脊梁发冷。罗汉还在那儿没个正形，说人变了有什么大惊小怪，气得有理当场翻了个白眼，直言他现在的样子简直让人反胃。那贤赶紧出来打圆场，拉着有理想用甜点转移注意力，可这尴尬的气氛让他心里直打鼓。这状态去参加实操考试，真的不会出事吗？就在这时，那贤拿出一把发光的钥匙，说是得到了九尾狐的加护。罗汉盯着这把钥匙，立刻发动了洞察技能。这东西的来历显然不对劲，在他的记忆里根本不记得还有这种道具存在。第一件道具是尾毛诺里盖，能永久移除所有的负面状态，在关键时刻绝对能派上大用场。但真正让罗汉定住的是另外一件东西——高塔之钥。这把钥匙带有九尾狐的加护，在他的记忆库里根本没有关于这件道具的任何信息。事情显然已经超纲了，不愧是九尾狐，竟然在这个世界里藏了这种彩蛋。这把钥匙的价值恐怕没人能估量。看那贤现在的样子，显然还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自己带回来了什么宝贝。不过这样也好，罗汉盯着那把钥匙，心里已经有了盘算，只要找个合适的借口，这件神级道具迟早是他的。弹幕已经彻底炸锅了，这把神秘钥匙的出现，意味着剧情走向已经完全脱离了原著。那贤心里咯噔一下，他发现罗汉的眼神不对劲，这家伙向来喜欢把好东西占为己有，看来得提前想个借口，绝对不能让他把钥匙抢走。不过他现在更在意的是那件能移除负面状态的诺里盖，如果这东西真的那么神，是不是也能解开那个诅咒？想到这里，那贤停下了脚步，眼神里写满了心事。就在这时，哈娜察觉到了他的异样，轻声开口询问。那贤赶紧回过神来，掩饰着说没什么。但这个突然提到的诅咒，显然才是扭转局面的关键。实操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训练场里到处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学生，大家都在盯着那些厉害的角色，希望能找个强力队友带飞。有理这会儿正烦着呢，这已经是他今天第10次劝那贤把罗汉那个垃圾踢出局了。在他看来，5人组队要是带个拖油瓶，那这考试基本就凉了一半。可奈贤还是那副老好人的样子，坚持要按原计划组队。就在2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个粉色头发的学妹突然满脸通红的冲了过来，她像见到了偶像一样，大声邀请尤里加入自己的队伍。看来在这场组队大战里，尤里才是那个真正的香饽饽。面对学妹的热情邀请，尤里连头都没抬，直接甩了一句还没打算选人。这闭门羹给的是真干脆。那贤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这种在大庭广众下的组队邀请，一旦被拒绝，那场面确实挺尴尬的。不光是尤里，连罗汉那边也没能幸免，刚走2步就被路人勾肩搭背，但他显然也没心思跟这些不认识的人凑合。现在的训练场简直就像个大型招聘现场，大家为了拉到强力队友，连性格测试拿高分这种理由都搬出来当卖点了。看着这群人为了组队，一个个卷得不行，那贤才意识到，原来他们这几个人在别人眼里全是抢手的香饽饽。虽然大家都在疯狂找队友，但那贤这支小队简直成了全场的避雷针，谁都不敢靠近。毕竟队里的成员名声太臭了，一个是臭名昭著的欺诈师，一个是性格古怪的兽耳怪咖，再加上那个被大家嫌弃的罗汉，这组合在别人眼里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那贤自嘲的笑了笑，觉得自己这个一级狙击手在别人眼里估计也是个拖油瓶，根本没人会看上他。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准备认命的时候，一个粉头发的眼镜妹突然冲了过来，死死盯着他不放。还没等那贤反应过来，对方就一脸狂热的发出了邀请，不是为了组队，而是要请他去参加一场听起来就非常危险的实验。这突如其来的实验邀请直接让奈贤大脑宕机了，他满脑子都是问号，完全搞不懂现在的状况。谁能想到这个外号疯狂科学家的尤拉竟然盯上了奈贤，非要拉着他去做什么实验。这下尤里坐不住了，直接冲过来护短，警告对方别动什么歪心思。结果尤拉根本没在怕的，直言这只是为了测试魔力，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尴尬。别看这个尤拉在原作里出场不多，但他搞出来的那些罚名可是能直接左右未来的走向。既然这样，还是尽量别跟他闹僵，毕竟谁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尤拉这副狂热的样子，简直要把奈贤给生吞活剥了。他对奈贤身上的魔力赞不绝口，甚至想让全世界都见识一下。罗汉在一旁看得直皱眉头，这剧情走向完全不对劲，这个疯狂科学家怎么偏偏盯上了奈贤？结果尤拉更离谱，为了拉奈贤做实验，竟然开出了天价报酬，不管是钱还是武器随便挑。谁能想到奈贤也是个实诚人，一听是为了科学进步，竟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连报酬都说不要。就在尤拉掏出针筒准备采集血液样本的时候，尤里急得在后面直跳脚，这决定做的也太草率了。可罗汉却在旁边帮腔，说这点小事根本没危险。罗汉这忽悠人的本事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三言两语就让奈贤放下了戒心，觉得这实验跟普通体检没区别。那贤也是真的单纯，竟然觉得只要是罗汉说的，那就肯定没问题，气得旁边的尤里直翻白眼。结果罗汉反手就露出了真面目，直接跟尤拉谈起了条件，要他拿出一堆罚名来当补偿。这讨价还价的劲头简直像个老练的商人。尤拉现在只要能做实验，什么条件都敢满口答应，恨不得把家底都掏出来。这下内贤终于反应过来了，自己这哪是配合实验啊，分明是被罗汉给卖了，还在帮着人家数钱呢。午饭时间，那贤随口提了一句，待会儿要去实验室参加实验。这话一出，连一向清冷的哈娜都愣住了。显然实验室这种地方在大家眼里可不是什么好去处。不过那贤倒是没想那么多，既然答应了尤拉，那就要准时过去。看来学院对这个疯狂科学家支持力度还真是不小，竟然专门给他批了这么大个地方。还没等奈贤进门，尤拉就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尤拉实验室里的这阵仗确实比想象中要高级得多，到处都是没见过的精密仪器，甚至还有正在研发的秘密武器。那贤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就被尤拉按在了实验椅上，结果刚一坐下，手脚就被金属环死死扣住。这下那贤彻底懵了，这哪是做实验，简直像是进了审讯室。尤拉却一脸淡定的解释说，这只是为了安全起见，防止待会儿魔力失控。可看着这些冰冷的铁环，那贤心里总觉得毛毛的，自己该不会是真的被卖了吧？尤拉这副笑里藏刀的样子，真是让人脊背发凉，嘴上说着随时能放人，手里却已经拿起了针筒。那贤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强行抽了血，紧接着还得按照要求往那台奇怪的机器里注入魔力。本以为流程走完就能回家，谁知道尤拉看着采集到的样本，眼神突然变得完全不对劲了。他嘴里念叨着受不了了，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兴奋。尤拉突然像变了个人，整个人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他一边说着莫名其妙的话，一边死死按住那贤。更诡异的是，那贤发现自己竟然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尤拉凑到耳边说要尝尝他的味道。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画面突然断片了。等奈贤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还坐在实验椅上，尤拉又恢复了那副笑嘻嘻的样子，仿佛刚才那恐怖的一幕只是奈贤做的一场噩梦。那贤还傻乎乎的道歉，以为是自己不小心睡熟了。可尤拉那勾明天还要再来，听着实在是让人后背发凉。那贤现在越想越后怕，本以为只是普通的魔力实验，原来尤拉身上藏着个大秘密，他其实是个半血吸血鬼。只要通过那双特殊的眼睛看到让他心动的魔力，他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吸血冲动。说白了，尤拉根本不是在做实验，他纯粹是馋那贤身上的魔力。虽然那贤还在自我安慰，觉得尤拉应该会有分寸，不至于真的把他吸干，但看着尤拉又开始若无其事的跟别人组队，那贤心里很清楚，自己这顿加餐恐怕是躲不过去了。现在的校园里
简直乱成一锅粥。哈娜和朴诗雨这两个香饽饽被想组队的人围得水泄不通，那贤在一旁看得直摇头，这哪是组队，分明是大型追星现场。可谁也没想到，哈娜竟然直接穿过人群，径直走到了内贤面前。这一开口就把内贤给问懵了。他问内贤，刚才在实验室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该发生的事？那贤还没来得及解释，哈娜已经伸手帮他整理起了略显凌乱的衣领。哈娜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内贤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竟然在担心内贤有没有受伤。那贤赶紧打圆场，拼命解释实验室里一切正常，还装出一副玩得很开心的样子，生怕被哈娜看出什么破绽。哈娜就这么静静地盯着他，那眼神冷得让人心里发毛，最后也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知道了。看着哈娜转身离去的背影，那贤彻底摸不着头脑了，这位高冷的冰之女皇怎么会突然对自己这么上心？尤拉看到那贤准时出现，整个人都兴奋坏了，毕竟这种实验可不是谁都愿意配合的。那贤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帮忙，结果机器刚停，对方的眼神就彻底变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尤拉已经露出了真面目，直勾勾地凑了上去。完了，这下又要被当成加餐了。就在尤拉准备享用的时候，一声巨响直接轰碎了墙壁。还没等尤拉发火，哈娜拎着长矛走了出来，开口就叫出了他的本名。看来尤拉那点冰属性的小手段，在高手眼里根本藏不住，尤其是他在内贤身上留下的痕迹，已经成了最明显的证据。哈娜的态度非常强硬，开口就要尤拉放人，但这显然触碰到了对方的底线。尤拉死死搂住内贤不肯撒手，甚至不惜直接引爆火焰魔法，打算把这里变成一片火海，谁敢抢走内贤，谁就要付出代价。可他万万没想到，哈娜根本不吃这一套，竟然顶着高温直接冲了进来。这下轮到尤拉傻眼了，哈娜这简直是在玩命啊！爆炸的冲击力实在太强，那贤还没搞清楚状况，意识就直接断片了。等他再次睁开眼，周围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他正躺在一个人的怀里。这种感觉非常奇怪，明明刚才还在生死边缘，现在却觉得异常安心。那双温柔的手让他彻底失去了最后的防线，就这样沉沉的睡了过去。那贤慢慢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哈娜那张近在咫尺的脸，甚至还温柔地问他醒了没。这一刻，内贤直接看呆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眼前的女人简直美得不像话。可还没等他多欣赏一会儿，现实就给了他一记重锤。他猛地坐起身，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竟然坐在一片废墟里。哈娜却淡定地说：“这里是实验室。”看着这一地的烂摊子，那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地方哪还有半点实验室的样子？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尤拉，转眼间就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嘴里还被塞得严严实实。那贤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傻了，完全搞不清楚这两个人到底在闹哪样。哈娜可没打算留情，直接撕开对方嘴上的胶带，当面拆穿了那个卑劣的计划。原来内贤之前的身体不适，全是因为被下了冰属性的诅咒，目的就是为了强行让他陷入沉睡。面对铁一样的证据，地上的尤拉还在拼命狡辩，但这番说辞在真相面前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哈娜步步紧逼，非要问出一个真正的理由。他心里清楚，对方那个半吸血鬼的身份是绝对不敢当众承认的。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那贤却只问了一个问题：“你这么做是为了要伤害我吗？”尤拉这下彻底豁出去了，哭着喊着说是因为太喜欢内贤才想出这种极端的法子。虽然这种控制欲让人无法接受，但奈贤最后还是选择了退让。只要出发点不是为了伤害，其他的他已经不想再计较了。那贤不仅没有继续追究，反而温柔地伸出了手，只要尤拉保证以后不再犯这件事，就算翻篇了。尤拉感动得一塌糊涂，可谁能想到，那贤心里其实已经打好了小算盘，让这个疯天才欠下自己一个人情，以后肯定大有用处。既然当事人都发话了，哈娜也只好收手放人。看着眼前这一片狼藉的废墟，那贤忍不住感叹，这地方简直就是个疯人院。虽然闹剧暂时收场了，但看着身边这两个人，那贤心里清楚，以后的日子恐怕是消停不了了。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哈娜，突然间就开始大口吐血，那贤吓得赶紧扶住他，以为是刚才的战斗受了重伤，可真相远比想象中更糟糕。哈娜身上一直背负着致命的火焰诅咒，刚才为了帮那贤强行动用魔力，直接引爆了体内的火药桶。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水属性或者冰属性的道具，否则哈娜根本撑不了多久。那贤立刻打开了系统背包，看着里面珍贵的冰属性手镯，他陷入了短暂的纠结，是该大方一点救人命，还是保住自己的宝贝道具。那贤最后拿出来的竟然是能解除所有异常状态的吊坠，这可是能压制火焰诅咒，保住哈娜性命的宝贝。谁能想到，面对这种救命的东西，哈娜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拒绝，因为这份礼物实在太贵重了，他不想再欠下更多的人情。可那贤的态度却非常坚决，非要让他收下不可。在这片废墟之中，两人的立场彻底调换了过来，这件宝物或许将成为他们关系的新起点。